哦，喵。很多人呢觉得猫不如狗聪明，其实我认为呢只是因为猫不容易被驯化。它很清楚人类不是一切，它有自己的独立性。猫和人的交往的过程更多的是人被猫驯化的过程，人要去配合猫。这种关系呢，很类似于研究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研究员问题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然后觉得市场呢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运行。但是实际上呢，市场有市场的脾气啊，市场有市场自己的节奏，市场永远都是对的，你不能说市场是错的。你不要指望呢猫适应你的生活习性啊，你要学会去适应它的习性。好啊，生活中呢，其实你会发现呢，就是猫不太需要你的非常细心的照料，但是呢，当它兴奋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跟着它玩，跟做交易一样的，对吧？大多数你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会有机会的时候呢，它是半天都没反应的。等到你稍不留神的时候呢，它突然间市场就嗨起来了，你又得马上跟着这个市场动。这个我想就是无论是跟猫玩还是跟市场交易玩，这都是共同的乐趣。说呀，喵。何为大师？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用十分简短的语言给每一个人讲清楚。我记得小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化学老师，他就能够把各种复杂的化学现象呢，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讲清楚它背后的原理。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大师。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当我真正理解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能明白，而是我能够把它告诉给大家，让大家也都能明白。我们知道金融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社会的现象交织在一起。当我们看到一个资产价格波动的时候呢，它所背后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什么是核心驱动力，什么是主要矛盾？我们相信呢，这个世界始终是变和不变的共存的。那么我们就是要去找到求同存异的东西。我相信建文的大师闭门课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去找到呢金融市场背后的本质和影响资产价格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力。以往的课程可能因为时间的这个限制，所以主讲人更多的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和对市场的一些看法。而今天的这个课程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系统的、比较完善的，是很难得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那就是大道至简。那么我们先从利率周期开始讲起，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整个中国的利率体系有哪些。我们知道呢，利率呢一定有一个双方，有人借钱，有人出钱啊，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所以简单的说呢，我们可以把中国所有的利率体系呢，按照发生的双方呢去划分，比如说央行和金融机构。
之间的这个利率的话呢，它分为了有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做的正回购、逆回购，还有各种创新的融资的提供资金的这种便利的工具，就是大家说的酸辣粉、麻辣粉啊，还有这个过去央行发行过央票啊，央票利率，还有呢国库现金存款招标利率、准备金利率。那么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呢，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利率，也就是我们货币市场的主要的利率啊，回购利率、拆借利率，还有同业存单利率。那么剩下的这些呢，就是金融机构和实体之间产生的利率，比如说银行给居民提供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存款利率，和银行呢放款给居民的按揭贷款利率。企业呢从银行借钱，那么它有贷款的基准利率和加权利率，还有呢做票据贴现的贴现利率。企业呢发行债券的各个信用债的利率，还有呢通过信托和委托贷款的进行融资的非标利率。政府呢它的发行的国债，中央政府发行的是国债地方政府发行的是地方政府债，然后还有呢各种准政府信用的这个机构发行的债券中国最主要的就是3家政策银行发行的这个政策银行的这个债的利率。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中国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利率体系。总体来讲分为2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我们叫做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这个无风险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信用风险，就是没有违约风险，但并不是真的无风险。比如说大家去买一个长期的国债，你能够说它没有风险吗？它肯定有利率风险。当利率升降的时候呢，长期国债的价格一定是会出现大幅的波动的，只不过你持有到期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的拿到本金。所以首先呢，我们讲的无风险利率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没有信用风险。那所有有信用风险的呢，就是在无风险利率的基础上呢，加上信用风险溢价，我们称之为叫信用利差来体现。但是我们今天讲利率呢，我们其实首先要讲清楚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基准利率？或者说基准利率跟无风险利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基准利率是不是就是无风险利率？我们讲无风险利率呢，其实是一组利率，因为你可以说1个月无风险利率是多少，3个月无风险利率是多少，1年的无风险利率是多少，10年的无风险利率是多少。它实际上是一组数据构成的一条曲线，叫无风险利率曲线。但是基准利率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基准利率呢，实际上是我们说的所有的无风险利率当中的那一个利率。问题是为什么它称之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应该符合什么特征？基准利率就是我们说的中央银行在做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他说他要加息，他要减息，他加的和减的是哪一个利率？这个利率呢，就是基准利率。如果考虑这个问题，就会知道基准利率需要至少具备2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可以由中央银行说了算的。就中央银行说这个利率到什么水平，我就能够让它到什么水平。如果他说了不算，或者他只能间接的影响，那不能称之为基准利率。然后第二个呢，既然基准利率能够称之为基准，意思就是它能够达到它一动，其他的所有利率都会跟着动，它对其他所有的利率都能够起到影响。要这样的一个利率才能称之为叫基准利率。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基准利率其实是一个市场化的利率，而不是一个行政性的利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比如说讲美国的基准利率大家都知道叫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是什么呢？联邦基金利率是金融机构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这是一个市场利率。所谓市场利率就是说，即使没有中央银行存在的时候，这个利率也是有价格的，而不是由中央银行自己创造出来的。可能很多人以为基准利率是什么意思？基准利率是中央银行给金融机构的利率，不对，基准利率一定是金融机构代表了金融机构的一个成本，而且是金融机构自己交易出来的利率，它是一个市场利率。
既然是一个市场利率的话，那么如果中央银行要去影响这个利率的话呢，它其实也只能通过市场说话的手段去影响，而不是说通过发一个公文说你们所有的金融机构现在都要按照我说的这个利率去拆借，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美联储它在说加息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的这个隔夜的拆借利率能够到我所需要的这个水平，但是呢，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利率呢推到我想要的这个水平，那我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然后呢去做一些流动性的投放和回笼，让市场的利率尽量的接近它需要达到的目标值。所以我们看美联储每次加完息之后，其实它会说隔夜拆借利率有一个实际的值，这个实际值和他所说的这个目标值呢，其实是有偏离的，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会非常的接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基准利率在将来它不可能是1年期的存款利率。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呢，中国的基准利率呢就是这个1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因为1年期存款利率它就是一个政策性的利率，就中央银行以前我们说加息和减息，包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说加减息，那就是说所有的银行就要把1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呢提到这个水平，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我可以问在座的各位，你们知道现在1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吗？1.5。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我既然问基准利率，你大概不知道是在多少，说明你根本就不关心它。你既然不关心它，你能够说它是基准利率吗？这说明它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你可能更关心的是什么？你更关心的是余额宝的收益率是多少，因为它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余额宝的收益率从4%回落到3%，你是知道的。那这就说明呢，真正的基准利率它一定是一个市场化的利率。而在中国真正市场化的，由大家交易出来的，由金融机构交易出来的利率是什么呢？是货币市场的这些利率。一个市场在任何时候大家都会有分歧，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呢，市场的一个走势呢，其实是由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个主要矛盾驱动着走的，最终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我们找到相同的东西，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的它的主要的矛盾和驱动力。但是我们今天讲利率呢，我们其实首先要讲清楚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基准利率？它是可以由中央银行说了算的，它能够达到它一动，其他的所有利率都会跟着动。基准利率其实是一个市场化的利率，而不是一个行政性的利率。到底什么在决定利率？做这么多年宏观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宏观呢就跟你研究一个物理现象一样，你首先是观察，对吧？我们最喜欢画图，找2组数据来，对吧？来看它们有没有相关性，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物理学当中告诉大家的什么？真理只有一个。不管你看到的各种现象，最后能够解释的东西其实只应该有一个。你看我们研究员常常说什么这个市场我们看不懂了，以前我们这经验规律不成立了。说一句扎心的话，你可能从来就没有看懂过。为什么叫你从来都没有看懂过呢？就是你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你原来看到的是表象，你以为你理解了，然后这个表现形式一变，你就发现你不理解了。背后的原因是资金的需求和经济的增长出现了不同步。为什么资金需求可以跟经济的增长不一致？这跟你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在0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开始持续的依赖于债务扩张的方式来推动经济，货币啊，就货币派生的道理。所以呢，大家老说 M2 超发怪央行，讲中国最常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货币超发那么多都是央行造成的，错，货币超发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贡献出来的。货币的增长从本质上来讲，它主要还是什么？还是要靠需求来决定。就是说一定要有人愿意借，这个货币才能超发出来，才能发出来。不是所有的需求增加都会带动利率往上走，取决于是什么需求。如果是实体的融资需求，是会带动利率增加的。但如果这些需求是集中在金融市场本身上，是属于空转带来的需求，它不仅不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它会导致利率反而会下降。我们看到呢，主要的货币市场利率有3个：一天的回购利率、7天的回购利率和3个月的 SHIBOR。回购利率和 SHIBOR 实际上是拆借利率啊。回购利率和拆借利率是什么区别？拆借利率呢，它现在是由中国的18家主要的大的银行每天的一个报价利率，就是说我这家银行如果要拆入资金，我愿意按照这个利率去拆借，所以它基于的是银行的信用。我们在国外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基准利率都是拆借利率，对吧？比如大家最熟悉的 LIBOR， 它也是一个拆借利率。这是银行间市场的回购和拆借的成交量的比较。红颜色的柱子是回购利率，黄颜色的也是回购率，但是它是买断式回购啊。大家注意看这个灰颜色是拆借利率，拆借的成交量。那么拆借的这个成交量呢，这几年呢是在往上走的，但是跟回购的成交量相比来讲呢，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在货币市场有代表性的利率，如果是以成交量来衡量的话呢，显然回购利率是比拆借利率要更具有话语权。所以在中国的话呢，大家更关心的不是拆借利率，而是回购利率。回购利率是什么呢？回购利率所谓的回购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要拿一些高等级的，主要就是无风险的国债或者是金融债去做抵押，然后用这个抵押呢去借钱。但是为什么称之为回购呢？因为在国外真正的回购呢，其实是有2笔交易，你先要把债券卖给对方，然后拿到钱，等到你还钱的时候呢，相当于再把这个债券买回来，所以称之为叫回购。但在中国呢，大多数的回购呢，我们称之为叫质押式回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真正的发生所谓的这个债券的所有权的一个转换关系。如果发生了转换关系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买断式回购。大多数就是券所有权还是我只是作为一个抵押物，然后获得资金，然后呢再还给对方，那么这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资金价格，就是回购利率。那么之所以回购在中国的交易非常活跃，就是因为在初期的时候，中国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体系，大家都不信任对方，也就不愿意接纳用拆借的方式来获得资金，而更愿意呢都通过用债券作为抵押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这才造成了呢中国的这个回购利率呢交易异常的活跃。那么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回购的市场的按各个期限的成交量的占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有接近80%的成交量呢都是在1天的这个回购上，但是1天的回购的利率波动呢太大，就相对于7天来讲呢，7天的这个价格的利率呢会更加稳定。所以呢在1天和7天当中呢，我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呢7天的回购利率呢更适合呢作为中国的这个基准利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早期的时候还有一类市场利率曾经呢有过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基准利率的这个可能，就是叫央票的发行利率。
这个就是1年期的央票的发行利率和存款利率的一个相关走势图。存款利率是我们过去传统上的基准利率，也是目前官方仍然坚持说呢，1年期的存款利率呢是中国的这个基准利率。但是呢，由于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所以大家不怎么关注。那么你会看到呢，央票的发行利率呢，大体上呢跟这个存款利率的这个波动呢，基本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呢波动呢更大。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些时间，在过去的加息周期当中，央票的发行利率是比基准利率更早的出现这个上升的这个信号。所以以前呢，我们在早期从事债券研究的时候呢，也比较呢喜欢呢通过观察央票的发行利率呢来判断央行的这种政策意图。但是由央行发行的央票呢，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现在央票的存量，它在发行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在08年到09年，然后之后呢就一路下降，到现在呢其实它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也就是说呢，央票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场。央行为什么要发行债券？央行发行债券和我们其他所有的主体发行债券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其他所有的主体发行债券的目的都为了一个，就是筹资，对吧？政府发债、企业发债都是为了获得资金来进行实体的这个投资需求。央行发债是为什么？央行需要发债吗？钱就是央行印出来的，央行缺钱吗？央行不缺钱。那为什么央行要发债呢？央行发债是为了回笼流动性。我们把所有的钱可以理解为是央行的负债，央行也有一张资产负债表，所有发行的货币就是央行的负债，那央行的票据也是央行的负债。如果当央行的票据的量增加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负债的这一部分在增加。如果它的总的负债要不变的话呢，就一定要意味着它发行出来的货币呢会相应的减少，被这部分的债券所替代掉。所以呢，央行发行央票呢，其实是一个回笼流动性的一种工具，和我们在公开市场当中去看央行通过回购的方式来调节流动性是一样的。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由于贸易量大幅增加带来的外汇账款的流入而采取的一种回笼手段。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大家更关心的实际的具有基准利率地位的利率呢，就是刚刚谈到的叫1天的回购利率。早期的时候你能看到回购利率的波动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存款利率上下波动的，跟存款利率的走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从15年我们最后一次降息之后存款利率就再没有动过。但是在这2到3年当中，你会看到呢，回购利率呢仍然是上下起伏。包括过去2年，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收紧的方式回购利率是出现了大幅的上升的。但如果你盯着1年期存款利率呢，你会认为呢，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收紧过，也没有真正的加息。但是如果你盯着回购利率呢，你会发现呢，央行事实上呢已经采取了加息的手段。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上来，它基本上加了有至少100个点。那么同样呢，大家应该也还比较熟悉的，在2013年的时候出现过钱荒，就是在回购利率飙升到这儿的时候曾经达到过 7%。但是2013年整个1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官方的基准利率也没有任何变化。但事实上呢，货币政策呢是大幅收紧的，表现为回购利率的一个大幅上升。所以说在中国的话呢，我们非常的重视呢回购利率的变化，它事实上就跟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起到的作用呢是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7天，而联邦基金利率呢是1天。这是中国的7天的回购利率的一个均值的一个走势。那么央行呢从来不会讲他认为7天的回购利率应该到哪里。也就是说，虽然它起到了基准利率的作用，但是我们不知道基准利率到底在什么点位是央行想要的。它不会像美联储那样明确的告诉你说，我希望市场的7天回购利率到哪儿。
但是它会给出其他的利率，相当于把这个7天的回购利率的上下限呢框定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告诉你了一个大致的范围。那么这个上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上下限是怎么确定的？这里就要稍微的把公开市场的这个东西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知道公开市场央行最常做的2件事情是什么呢？叫正回购和逆回购。这个回购呢，我们一般在实际交易当中，我们很少说正和逆。正和逆呢，都是在中央银行和银行之间做回购的时候才讲正和逆。所谓正回购呢，相当于是就是说这个钱呢从银行借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回笼流动性的做法。逆回购呢是中央银行呢放钱把钱呢借出给金融机构。那么在正常的一个利率体系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正回购应该是我们利率的下限，而逆回购呢是我们这个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上限。因为当你的这个如果说市场资金极其宽裕，利率一直往下掉到一个水平的时候，央行觉得不行了，利率太低了，这个时候它就会通过正回购呢把流动性收走，那么它就会通过正回购呢给出一个正回购的招标利率。那意思就是说呢，利率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把钱呢给我。那这意思说白了就是这个利率呢是我的能够接受的一个利率下限。反过来，如果资金非常紧张，那我就放钱，我以一个逆回购的招标利率放钱给大家，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利率不能再高了。所以呢，逆回购是上限，正回购是下限。但是大家会说，不对啊，我这个图上为什么这条线我这儿写的是什么？写的是逆回购。但是按照我刚刚的讲法，逆回购不应该是下限，应该是上限，对吧？我这儿的下限呢是逆回购，而我的上限是什么呢？我的上限呢是叫 SLF 这个 SLF 是什么呢？ SLF 就叫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也习惯把它叫酸辣粉比较简单好理解这是麻辣粉。这两个只是期限上的差别。那 SLF 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回购利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也是一个回购利率，就是什么呢？就是银行如果缺钱，那么它可以呢向中央银行提出来说，我需要钱，你借给我。那它的期限呢，其实也有从隔夜到3个月都有。那么中央银行会按照一个利率借给你，所以这个就是称之为 SLF 那大家会说，那 SLF 和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逆回购利率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从中央银行借钱。逆回购它的主动的发起方是央行。央行什么时候想做正回购和逆回购，随时的就告诉你说我今天做多少量，然后跟公开市场的这些交易商，公开市场的交易商主要就是大的银行所组成。那么跟这些大的银行一说，我今天要收多少钱，这是强制性的。我今天要给你多少钱或者要收多少钱的话，这个量是由中央银行说了算的。但是 SLF 是什么呢？ SLF 是呢，它的主动的发起方呢，其实一般来讲应该是银行资本。当然中央银行愿不愿意给你是另外一个事儿，但是至少呢，主动的发起方应该是银行银行说我现在需要钱，我提出申请，我需要多少量。当然呢，不一定最后都能够实现，但是如果中央银行觉得 OK 的话，他会把这个量呢大部分会满足你所以这是 SLF 这是他们俩的区别。那我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讲，那为什么逆回购变成了事实上的公开市场的逆回购利率变成了我们所说的7天回购的利率的下限，而 SLF 变成了利率的上限？这是因为在中国我们讲的这个回购利率其实是什么概念是所有的金融机构在一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综合利率，它不是特定的指的是某些银行交易的利率。在国外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讲 LIBOR 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就是符合这个信用等级的这10几家银行，他们的借钱的成本是多少。而我们的回购利率其实是一个多层次的利率，大银行
他借钱的成本和小银行借钱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券商，比如说保险公司，比如说基金公司，他借钱的成本又和银行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现在回购利率有一个叫 DR 和 R， 对吧？ DR 呢是指的就是银行存款性金融机构银行的融资成本， R 呢是所有的，那就包括了非银的金融机构的成本。而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7天的回购利率，它其实是所有的金融机构交易的一个加权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事实上呢，下限是什么概念？下限的概念其实是说，在这些交易机构当中，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拿到钱的机构，它的成本是多少？因为当他拿到这个钱之后，他要是再把这个钱给别人，他一定是要比这个利率是要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逆回购变成了事实上的我们讲的回购利率的下限。因为真正能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央行手里拿到钱的机构，其实只有少数的机构，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有公开市场的操作资格的，只有一部分大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才能够从中央银行手里拿到钱。那中央银行是按照这个利率把钱给你的，那你想他在转手给别人的时候一定是比这个利率要高的，所以这就使得逆回购变成了事实上的下限。而 SLF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SLF 意思就是说，有些银行我不是公开市场操作做市商，我拿不到，不能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拿到钱。但是如果我觉得流动性，比如说利率一直在往上走，我觉得流动性很紧张的时候呢，我可以主动的向中央银行提出来说我也需要钱。所以说 SLF 呢，它和逆回购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的一个很大区别是在哪呢？是非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些银行，包括一些小银行，它也可以提出申请从中央银行借钱，然后中央银行呢就会按照这个利率给他，但这个利率呢显然比他给大银行的利率要高。所以呢，当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如果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提出来需要从中央银行直接获得资金的时候呢，这个利率水平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利率的上限。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便利工具的提出和创设，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因为在2013年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市场当中，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成本的差异显著的被拉开。然后中央银行为了解决这个分层的问题，所以才创设了这些工具，希望呢能够把流动性呢普及到更多的金融机构上面去。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13年之后出现了这个现象，而2013年之前我们看到各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成本的差异是不大的？我会在后面谈到这个问题，它跟资金的供给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准利率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能够对基准利率产生影响的各类工具，它的划分和它们的这个期限的这个划分在这里呢我就不展开来说了。那么中央银行呢，除了通过公开市场投放流动性之外呢，它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通过国库现金的存款的招标来投放资金，这个是它和财政部的关系，就相当于是说，财政部发了国债，财政部拿到了钱之后，正常情况下它都是放在中央银行的。放在中央银行是什么概念呢？放在中央银行就是说，它没有流入实体因为中央银行不能够放贷如果你把钱放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可以立刻把这个钱花出去。放在中央银行，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钱收进去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财政部一直发债，但是你又不做财政支出，事实上呢，对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呢是一个收紧的效果，因为你一发债就把社会上的一部分流动性变到了中央银行的手里。那中央银行要调节这个流动性怎么办呢？只能把财政部存在它这里的钱呢，重新的放回到商业银行手里，通过一个招标说，你们商业银行都来招，我现在有财政部的一笔钱，你们谁愿意提供高的利率我就给谁。所以它也是一个提供流动性的手段，跟公开市场操作呢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招标利率呢，你可以看到呢，它和我们的整个货币市场的这些利率啊，也大体上呢是就是一致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我们有时候呢关注财政部的这个就是国库现金的招标利率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通过招标呢能够看到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松紧。因为呢这个招标利率呢，它是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大的银行来讲的话呢，都是愿意去获得的。那么你看同业存单利率呢，就是银行发行给其他银行的这些存单利率呢，因为由于银行的资质的差异呢，它可能呢会差别比较大。而国库现金呢，相对是代表了这个市场当中最就是相当于说融资成本最低的这些银行来讲，它都需要接受的一个利率水平的一个走势。中国真正具有基准意义作用的其实是7天回购利率。我们说到基准利率，我再回顾一下基准利率的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一个市场利率，它是一个市场的交易利率，不是中央银行的行政给出的一个利率。第二，它是一个中央银行想让它到哪儿就能够到哪儿的利率。第三，是它能够影响其他所有的利率。所以这张图要告诉大家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7天回购利率具有基准的作用？是因为当7天回购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可以影响国债的收益率，它可以影响银行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它同样可以影响不是那么市场化的贷款利率。它既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成本，也影响了就是银行的资金成本，也影响了政府的发债的成本，也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它具有了一个基准利率所有应该具有的特征，它可以影响到这个社会当中所有主要的主体的借钱的成本。那么这个是7天的回购利率和1年期的国开行发行的债券的收益率关系，这个关系非常直接，因为它们都属于短期利率。那长期利率呢，在大的方向上也基本上和短期利率的走势是一致的。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和平坦，其实在更多时候是指的幅度的差异。一般来说呢，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不太可能出现长期的说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这样的一个背离，它在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幅度上的差异呢，才会造成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和平坦。那我们知道呢，债券市场当中有一个最简单的交易做法，就是什么呢？既然长期利率比短期利率高，那我就可以用短期利率，用回购利率去借钱，然后去买长期利率，这样呢就能够获得一个息差。当然这种交易呢，一般是在我认为长端利率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因为如果长端利率继续往上走呢，虽然我可以获得息差，但是我投资这个债券呢，就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价格上的这种浮亏。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息差和回购的余额，我们回购的余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通过整个回购市场获得的总的融资量。我们每天统计的看到的，首先第一个是回购的成交量，但是回购的成交量和回购的存量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回购它是有可能1天就到期，7天都到期。如果你每一天的成交量跟前一天的成交量都一样，又都是1天的，实际上存量是没有变化的，相当于你今天到期之后，你按照同样的成交把这些再往后滚1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看的是整个没有到期的这个市场当中所有的回购的余额，这个反映的是整个市场通过回购的融资的这个量。这个融资的量呢，和我们的这个长短端的息差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当长期利率显著高于短期利率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呢通过回购来获得资金去买长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回购的这个余额会上升。那我想通过这个图给大家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回购利率更多的时候是反映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那么 SHIBOR 是什么？虽然我们刚刚并没有讲，我们说中国的拆借市场不成熟不完善，
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拆借利率作为我们中国的真正具有基准地位的利率。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拆借利率不重要。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 SHIBOR 和回购之间它反映的经济含义有没有不同？或者说我说我们现在看到在大的方向上 SHIBOR 跟回购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它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SHIBOR 上升的幅度比回购利率要大，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影响它们的因素是不太一样的。刚刚我说了，回购更多的代表的是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它和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是更高的。但 SHIBOR 是什么？ SHIBOR 代表的是银行的拆借成本。那实际上呢，你如果看一个银行它在市场上去发行存单，这个存单的利率和 SHIBOR 的利率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顶多就是说小银行发的存单利率肯定要比 SHIBOR 要高一些，因为 SHIBOR 反映的是大银行的这个资金成本。那么你说银行发行存单，难道银行是发行存单是为了买债吗？不是，至少不全是。银行的主要的业务是做什么？是做放贷业务。如果它能够用高的利率，他愿意用更高的存单利率或者用 SHIBOR 的方式去借钱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贷款的需求是在增加的，他也可以呢给出更高的贷款利率。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回购利率它反映的是一个交易成本，它更多的反映的是债券收益率的变化，就是它会对债券收益率的传导会更直接。而 SHIBOR 呢反映的是银行的吸纳资金的成本，它更多的应该是跟实体的融资需求，实体的企业部门的能够接受的这个资金成本会更挂钩。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图。如果我们用3个月的 SHIBOR 和7天回购利率的利差来作为一个观测指标的话，当然它们之间也有期限的问题，对吧？毕竟呢，这是一个7天，这是一个3个月的利率。如果当中央银行的资金供给显著收紧的时候，大家对于未来的流动性的预期变得紧张的时候呢，那肯定呢也会看到3个月的 SHIBOR 相对于7天回购率的利差会扩大啊。但是呢，我这个图呢更多要表达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线啊，黄颜色的这条线，它反映的是银行对实体企业的债权，也就是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金融机构的债权呢，很多时候都是其实就是一个金融市场的这种交易啊，通过回购啊交易啊，都反映在这个里面。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值，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就理解为实体的融资需求，这个呢你可以理解为是金融机构的融资需求。那么你会看到呢，他们在很多时候呢大体上是一致的啊。当然像这些时候呢，它有一些偏离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些时候呢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的流动性的预期在发生变化，所以说它会反映在期限的利差上。但是呢，它们之间的这个走势呢，当你看到 SHIBOR 和回购利差显著扩大的时候呢，其实它也反映了实体的融资需求相对于金融机构的融资需求是变得更加旺盛的。所以我们说呢，它的利差呢其实有2个含义。大家有没有想，去年我们看整个货币市场利率都在往上走，流动性是收紧的，这毫无疑问。但是去年上升幅度最大的不是回购利率，去年上升幅度最大的是 SHIBOR， 是同业存单利率大幅的飙升。那它上升的幅度比回购利率大，其实说明了背后反映的一个问题什么呢？背后反映了我们实体的融资需求是异常旺盛的，比我们的金融机构旺盛。去年我们的金融机构其实是没有什么融资需求的，因为去年金融机构在去杠杆。去杠杆意思就是说你债券不能加杠杆，你不能加杠杆，你用回购利率借那么多钱干嘛用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实体和虚拟部门之间的一个观测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就是说即使是货币市场体系的内部，它的不同利率之间它的经济含义
和背后所对应的宏观的这个逻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 Scheibel，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Scheibel。Scheibel 呢，它非常更准确地刻画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回购我们刚刚讲了，它是所有金融机构的一个交易成本，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它和银行的同业存单利率和银行的这些跟贷款相关的这些资产啊，比如说最直接的啊，短期的贷款其实就是主要是以票据的贴现来完成的，跟这些6个月的票据贴现这些利率的走势来讲呢，是非常吻合的。那么由于存单本身来讲也是理财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工具，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的3个月的理财的产品的收益率，这是红颜色这条线是3个月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我们的 Scheibel 总体来讲的走势也是一致的。这是存款利率，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说基本上大家是不关心存款利率在哪里的，因为你只关心余额宝和理财产品收益率，这些利率呢是跟着市场化的3个月的 Scheibel 在走。当然这个是得益于我们的在2011年之后，你会看到银行的理财产品的规模急剧的上升，也就是在这个点上。在这个点之前，你会看到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的差异是不大的，之后呢市场利率呢显著的高于存款利率，所以带动了整个的理财的规模的急剧增加。从那之后呢，大家就再也不关心中国的这个存贷款利率了。那么每一次市场利率的大幅飙升的话，都使得我们整个货币市场的基金的规模上一个台阶，对吧？第一次就是13年这次钱荒，这次钱荒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是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从1万多亿直接就做到了5万多亿。然后呢，第二次就是过去2年，16年到17年这段时间，我们的整个这个货币政策呢再一次收紧，收紧之后呢，货币市场的基金利率又出现了一次回升。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呢，就从5万亿呢直接做到了8万亿以上。所以每一次利率的上升呢，而且上去了之后，这个规模就下不来了。因为每上一次，虽然说你的利率水平并没有比2013年高，但是呢，你每上一次，你现在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把钱放在这里面，那么他也不会轻易的出来，因为它仍然是居民可以获得的带有活期性质资金当中最高的利率，对吧？所以它就带动了整个规模不断的扩张。那么 Scheibel 我们刚刚讲了，它反映的是它更多的跟实体的需求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把 Scheibel 和贷款利率你会放在一起来看呢，你会发现呢，其实它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贷款利率是不能够随便的相对于我们的官方给出的贷款的基准利率去上浮的。我们每一次加息我们说加，只是说贷款的这个基准利率可以加，但是呢，银行呢给企业的贷款呢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上下浮动的。过去早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上面的浮动是有上限的，不能够超过早期的时候不能超过 40%。 后来呢才把这些上下限都打开了。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即使中央银行不调整贷款的基准利率，银行也可以通过把上下限的幅度加大，来使得实际的贷款利率呢在不加息的情况下往上走。而这个走的趋势和我们看到的市场的 Scheibel 利率的走势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Scheibel 呢，它更多的是在反映呢跟实体的这个相关的需求和它的这个资金成本。这个是我们说的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信托呢，它其实相当于是弥补了一部分企业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通过信托的方式来获得，往往呢是因为它的行业的属性的受限。比如说大家最清楚的房地产行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他，那么他只能通过信托来获得，所以信托的利率呢肯定是比贷款利率是要高的，它本身就带有这种影子银行的性质
那么信托和贷款利率的走势其实基本也是一致的。那么它们的利差是这条浅色的这条线，它们的利差呢，其实总体在多数时候比较稳定。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在2015年、16年的时候，这个利差出现过一个显著的扩大。这个是跟当时有什么有关的？是跟当时的股票市场的疯涨有关系。就那个时候的话呢，信托不光是对接了实体，也有一些通过信托的方式来做配资，所以呢，把这个把非标的把信托这个利率呢拉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这是一个相对异常的一个时期。其他多数时候呢，基本上呢，信托的利率要比贷款的利率呢大概要高出150个点左右。那么这就是我们把货币市场和我们的真正的最后的不管是金融机构的做债券的这个需求，还是实体呢做这个贷款的这个需求中间的这个关联关系的，我们讲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没有信用风险的，当然就是国债、地方政府债和国开债。地方政府债呢，严格意义上呢，也不能说完全无风险。在银行的这个投资当中呢，地方政府债的投资的风险权重呢是20%，而国债和金融债呢都是0%。那么我要问大家的是说，到底我们在做定价的时候，我们用的无风险利率应该是用国债还是金融债？就比如说大家对股票进行估值，股票估值我们知道它的分母，你要用一个无风险利率加一个风险溢价。那么这个无风险利率你在做估值的时候，你到底应该用国债好还是用金融债好？在国外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用国债，对吧？但是在中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的这些政策性银行发的债，因为它在风险的认定上，在银监会的风险的认定上，它的风险权重就是0，也就意思说，其实是政府已经认定了它是不可能有违约风险的。它和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在美国市场上，你也知道有很多具有准政府信用的主权性质，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Fannie Mae、Ginnie Mae 他们发的债，我们把它称之为也叫机构债，它其实它的信用风险基本也是跟政府差不多的。但是呢，大家不会把 Fannie Mae 和 Ginnie Mae 发的债用来做基准利率，对吧？但是在中国的话呢，首先呢，官方给出的风险权重是0，就是认为呢，政策银行是没有违约风险的。然后你看一下换手率，也就是说，在债券市场当中，交易最活跃的是什么呢？交易最活跃的不是国债，是金融债。金融债的换手率基本上是国债的2倍。为什么？因为国债免税，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国债是不会免税的。但在中国的话呢，你买国债的话，这部分收入是不纳入到你的企业所得税里面的。我们知道现在企业所得税，比如说银行，你的所得税的税率是25%，比如说你的贷款获得收益，你要交25%的所得税。但是如果你买国债，国债的利息收入，注意我讲的是利息收入，不是说你在国债市场上你通过收益率的变化去做买卖价差获得的资本利得。如果是资本利得的话呢，你也是需要交税的。但是如果你持有到期你就获得利息收入的话呢，你是不需要交税的。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什么大家喜欢买高票息的国债，对吧？比如说同样的2只债，收益率都是3.5%，比如说都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是3.5%。但是呢，一个是3.5的债，它的票面利率可能就是3.5%，它是按平价交易的。一个债呢，它可能呢票面利率是4.5%，那么它按照3.5去交易呢，它其实是一个溢价交易，就是高于面值价格交易的。那么这2个债如果收益率都是3.5%，大家肯定是去买票息是4.5%的那个债，所以会使得呢，实际上票息4.5%的那个债呢，它实际成交的收益率会比票息是3.5%的债的那个收益率呢要低。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 4.5 的这个债，首先我拿着它，相当于说我这个 3.5 的收益当中有 4.5 的收益是不交税的，而剩下的呢是靠价格的不断下跌让它变成 3.5 的，那价格下跌也不交税啊，因为我是亏钱的，所以它达到了避税的效果，同时又获得了更高的税后收益。反过来，如果你是以一个票息比较低的啊，比如说 2.5 的票息的债，它成交在 3.5， 那实际上呢，你真正能够免税的部分不是 3.5， 你只有那 2.5 能够免税，剩下的相当于它是从一个折价慢慢的价格上涨达到面值，这个上涨呢是一个资本利得，是一个是需要交税的。那么由于国债有了一个免税的问题，就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我刚刚其实讲了一点这个相对偏技术的问题，但是主要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机制决定了国债大家不倾向于去做交易，尤其对于银行来讲，他就拿着，反正就获得票息，我最后票息都是免税的，这就造成了国债的流动性不好。我们对比一下，其实在美国市场，它真正具有免税优势的不是国债，是它的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那你看市政债的成交量和国债的这个成交量啊，国债的换手率基本上是市政债的12倍，市政债基本上大家是不关注的。而在中国的话呢，其实国债就具有类似于市政债的特征。所以从成交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呢，真正代表无风险利率的呢，其实是金融债更好。而且刚刚我说了，我们看短端的无风险利率是回购利率，回购利率是我们的基准利率，回购要不要交税？要交税。所以回购跟国债的短期利率可比吗？不可比。你3个月的国债收益率和3个月的回购利率相比，其实是不可比的。3个月的国债是免税的，3个月的回购利率是跟3个月的国开债更可比。所以如果你要画一条，我们说从最短的期限到最长的期限的这样的一条无风险利率曲线的话，短端如果你用回购利率的话，长端你实际上只能用金融债的收益率才具有可比性。那么金融债和国债之间，既然我们说了它主要的差异是税收差异，那是不是就代表说他们的利差就是按照 25% 的税率来算的呢？不是。这个图啊，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就是如果我们用金融债的收益率和国债的收益率，我们可以去倒算这个市场隐含的一个税率，就是我们假定认为他们的利差主要反映的就是税收差异的话呢，我们可以算出来一个隐含税率。这个隐含税率大体上在什么范围内呢？这个隐含税率如果你看右边这个轴的话，大体上是在 10% 到 25% 之间波动，也就是说它最高的时候也就是 25%， 但在大多数时候它都是低于 25% 的。那为什么它没有等于 25%？ 因为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实际的税率它总有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或者通过一些支出的抵扣，它是可以达到避税的效果，所以它实际的税率水平是没有这么高的。那么我们去观测这么一个隐含税率的波动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刚刚讲，真正关心税收的人只有对于配置型机构才关心，因为它是持有到期的，他才会在乎票息是他的收入。对于大多数的交易机构来讲，他是不是不关心税收？对他没意义，因为他是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获得他的收益的话，交易体现出的资本利得，不管是国债还是金融债，都是要交税的。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个隐含税率的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反映的是一个交易情绪。如果当你的隐含税率很高的时候，就说明呢，这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就是说交易型机构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看，对吧？按道理来讲，隐含税率很高了，你应该会觉得，哎，那国开债的投资价值应该就很高了，对吧？但是呢，它能够达到很高呢，就说明呢，实际上呢，交易型机构呢，这个时候的参与力度就已经很弱了。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也就是市场呢很悲观的时候。反过来呢，当
隐含税率很低的时候，就说明隐含税率很低，就说明其实对于配置型机构来讲，他会认为说这个国开债隐含税率这么低了，它是没有配置价值的。但是它能够达到这么低，那就说明交易机构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因为它不在乎税率，那就说明呢市场的情绪很热。所以呢，每一次当你看到隐含的税率达到这个区间的上限的时候呢，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债券市场的熊市的末端，也就是说收益率呢已经达到了一个顶部，然后接下来就要往下走了。反过来，如果当你看到隐含的税率处于一个很低的时候呢，往往就意味着收益率的底部出现了。它就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股票市场上，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尾部特征，就是强势股补跌。在债券市场上呢，就是国开债的收益率的波动要远远大于国债，所以呢，如果当你看到最后一波杀跌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国开债呢，就是国债可能不动了，但是国开债还在往上冲，啊，就表现出了这个税差一下子就扩大了啊，这就是说明最后交易型机构把这些债都抛掉了，所以它是一个反映情绪的一个东西。那对于银行来讲的话呢，对于本身政策型银行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贷款机构，所以它能够接受的发债成本是有上限的，它的成本是不可能高于它的贷款利率的。在去年我们看到整个债券市场收益率大幅上升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国开行的发债的成本和它的贷款利率的利差呢，已经不到一个百分点了。那它肯定就没有意愿再发债了，那这个时候债券的供给自动就会减少，其实它也是一个债券阶段性见顶的一个标志。那么债和贷款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银行你可以做贷款，也可以做买债啊，它们之间的差别除了国债是有免税的啊，其他都是有税收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什么呢？贷款是要占用资本金的。如果我们想啊，我们银行啊，要是现在资本金不够，它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停的买债。它可以一直买下去，为什么呢？买债是不占用它的资本金的，因为风险权重是0，对吧？如果它做贷款，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资本充足率是10%或者8%，那就意味着你买了你做了一个亿的这个贷款的话，那你就相当于要提啊，如果比如按10%，你要提1000万的资本金，就是你要有1000万的资本金，但资本金不是没有成本的，对吧？我们现在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如果以前比较高的话，都是在15%以上，那就相当于说你做了贷款，你就占用了资本金，而这部分资本金是有资本回报率的要求的，所以你要算一个资本占用需要补偿的这部分的收益。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把贷款和债券做比较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资本占用的因素考虑进来。真正可比的呢，是把贷款剔除掉了资本占用的这部分的收益，然后呢还有税收，再拿来做比较。这样一比较呢，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最低的收益是什么？是给企业的贷款。如果你考虑资本占用的话，收益是很低的。相对来讲呢，比较好的优质的贷款是什么呢？是住房贷款。为什么是住房贷款呢？因为住房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它占用资本小，而且呢，住房贷款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在本金和利息它虽然期限长，可能20年，但是它是每个月都要本金和利息都是要还的。所以它实际的这个期限比那种一次性最后才还本金的是要好的。那么你会发现，住房贷款的这个性价比呢比贷款高，但性价比最高的是什么呢？是债。我这儿还没有考虑不良率，如果再把不良率考虑进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债券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它不占用资本，没有不良。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它的利率是比贷款利率低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的话呢，其实它是比贷款利率要好的，比贷款要好的。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银行不都去买债呢？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讲
如果任何事情简单的都是从收益的最大化的角度来讲呢，是不能这么说。银行首先它本身贷款就是它的主业，而且呢贷款呢给银行创造的不仅仅是贷款收益本身它会创造出银行的存款业务来。你银行肯定是要求说你企业我贷款给你，那你必须得把钱又存回我这家银行。发债你能行吗？你买一个债，你能说要求发债的财政部或者发债的企业把钱存回到你这儿呢？不可能的。所以说涉及到银行的综合业务的时候呢，贷款还是具有非常强的优势它可以带来其他很多的中间业务收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这么去比。如果从单纯的定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儿有一张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就实际上呢，债券呢是具有更大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再去判断一个债券的收益率是否接近一个顶部的时候呢，其实本身的贷款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如果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发现债券的相对优势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它上行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我们刚刚讲了基准利率，讲了无风险利率，我们现在来讲呢信用利差。这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发行的中期票据的5年期的利率，这是 3A 的，这是 2A 的，这是 2A 减的。在中国基本上我们认为 2A 和 2A 以下的其实就已经属于投机级了这和我们看到的在海外，我们知道 3B 是重要的投资和投机的分水岭3B 以上是投资级，以下是投机级。在中国基本上你不会看到，不要说 3B， 你连单个 A 的发行的量都很少，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发行的评级都是集中在 3A 和 2A 之间，而且在过去几年你会发现呢 3A 的数量一定是不断的上升的。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下，原来呢这个市场企业发债的时候只有200家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只有15家到20家获得 3A 的评级。后来呢这个市场的发行人数呢从200家变成500家的时候，新进来的那300家说，我最低的评级你要给我 2A， 否则就没人要了。好，那前面那200家呢就说，哇，剩下的这300家都是 2A， 那我们怎么着也都得变成 3A， 才能够跟后边的这300家形成差异。所以说你只要发行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它的评级又不能够往下沉的话，那就意味着前面的相对好的发行人的这个要往 3A 的这个靠拢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信用评估体系当中呢，其实呢真正我们认为具有投资级的呢只能有 3A 和 2A 加。那么 2A 和 2A 减其实都是属于有违约风险的。在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大量的2A 的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违约。那么信用的发债的成本理论上来讲它不可能超过贷款利率，对吧？这是贷款利率红颜色的这条线，然后呢这是 3A 级企业的发债成本，这是 2A 级企业的发债成本。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最高的时候大概也和贷款利率是差不多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企业如果觉得自己的发债成本高于贷款的话呢，他会选择贷款。但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对于低评级的发行人来讲，我认为他的发行利率完全有可能高于贷款利率。这是为什么？银行在做贷款的时候，其实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贷款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贷款，就是没有任何保护的，通常都需要你提供一些质押或者一些担保，尤其是资产的质押非常普遍。而且呢它对你贷款的控制力相对也比较强，比如它可以跟你谈说你的本金的偿付要怎么付，对吧？不是到期一次性付或者分期付。但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发债，在市场上发债，发一个5年期的债，它靠什么？它就靠它的评级。
如果它没有任何质押担保的话，它不就是靠它的评级吗？靠它的评级说白就是靠的是那个财务报表，靠你信它真的是可以没问题的去还你这笔钱，那就是真正的信用债，就是靠我们这张脸啊，靠评级公司给出这个评级。所以说它其实相对于贷款来讲，它的保护对投资者的保护更少。理论上讲它只有流动性的优势，但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你会发现它的流动性也是很快的丧失掉的，和你贷款其实没什么差别，你卖也卖不掉。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讲，我认为国内的这些低评级的发行人的利率是完全有可能超过贷款利率的。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信用债它的投资主体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早期的时候 50% 的债券都是信用债的投资人，都是商业银行。但是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银行的占比已经降到了 20%， 而绝大部分的信用债的持有机构是什么呢？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基金公司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公募基金，而是大量的银行的理财去购买信用债的时候，也是统计在基金这个范畴里。这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银行买信用债你是要占用资本金的，跟你做贷款一样，但是呢对于理财产品来讲是没有资本金的问题的。所以在理财的这个大规模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整个中国的信用市场的利差出现了一次中枢的下移，这个轴是逆轴啊，如果它往上走的话呢，是表明中枢是在下移的。而伴随着这2年金融机构的去杠杆，理财的规模急剧收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信用利差的中枢呢又重新出现了扩大。所以说信用利差从大的趋势来讲，它其实和我们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从短周期的角度来讲呢，信用利差到底反映的是信用风险还是流动性风险？在中国过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就是过去你会看到信用利差的波动基本上是跟着资金价格走的。如果资金变得紧张，信用利差就会上升，因为这时候信用债的流动性会变差。反过来，如果你流动性一放松一放水，流动性一好了之后呢，信用利差就会很快的收缩。就是一有钱，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去从最差的债券开始买，因为收益率是最高的。只有到今年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什么现象出现呢？就是尽管中央银行不停的放水，流动性很宽松，但是信用利差是没有重新收缩的。这就是说到今年我们的整个信用市场才真正的开始反映信用风险，而不是流动性风险。我们的这个各个评级之间的利差的分化呢就显著的加大了。以前呢都是同涨同跌的，但是今年呢你会看到呢低评级和高评级的这个走势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城投债之间呢也发生了这样大的一个分化。接下来我开始进入讲这个整个利率的主要的驱动力在哪里。到底什么在决定利率？你首先是观察，对吧？我们最喜欢画图，找2组数据来，对吧？来看它们有没有相关性，对吧？比如说我说现在什么影响利率，你肯定就去找另外一组宏观指标，然后跟利率图放在一起，哎，2个图走势非常契合，然后你就说 A 决定了 B 是利率 ，A 是你要找的因子。宏观上就是在不断的找 A 和 B， 但是你会发现呢，宏观最麻烦的地方在哪呢？这段时间这个图很吻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图就不吻合了，对吧？分析师呢最擅长的本事是什么呢？他永远是截取了对他结论最有利的那个图给呈现给你，让你觉得这个规律非常的强。他把时间轴稍微做一些调整，然后让那些呢不太有规律的那些时间呢不要在图上呈现出来，对吧？或者说呢，分析师喜欢什么呢？用多个理论解释现象。这段时间 A 和 B 相关，用 A 去解释 B 合理。过了一段时间 A 不相关了，但是变成C 跟 B 相关，好，我又找一个理论去解释C 和 B 是为什么这样就形成了多个理论。但是我们知道物理学当中告诉大家的什么？真理只有一个。不管你看到的各种现象，最后能够解释的东西其实只应该有一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原来套用高博的写过的一个东西，这就是隐藏的
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叫 C。当你看到 A 和 B 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时候，你说 A 是因还是 B 是因？首先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对吧？是 A 决定了 B 还是 B 决定了 A？ 但是也可能 A 和 B 都不是原因，而是 C 同时决定了 A 和 B， 所以你看到了 A 和 B 有高度相关性。问题是 C 你看不到，或者你很难证明，你要证明它的存在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要找到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这就是在宏观上的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难点。你看到的每一次的，你看我们研究员常常说什么啊，这个市场我们看不懂了，以前我们这经验规律不成立了。说一句扎心的话，你可能从来就没有看懂过。为什么叫你从来都没有看懂过呢？就是你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你原来看到的是表象，你以为你理解了，然后这个表现形式一变，你就发现你不理解了，这就是问题。那同样，我作为一个研究员，我从2002年开始对国内的利率做研究，我其实也花了10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稍微算是的触及到了一点点本质的东西。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心路历程。就一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发现不对，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以为我懂了，结果到最后呢，我发现我还是不懂啊。在你每一次的犯错的过程当中，你都在不断的去挑战你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那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利率到底存在的影响。直观上最简单的就是通胀，这是在2008年之前所有做最老的这批做固定收益的研究员都会给你看的一个图啊，就是说 CPI 决定了中国的利率周期，非常的完美。所以在08年以前呢，我们研究利率呢，就研究一件事儿，就是猪。我们把猪价的走势搞清楚了，我们就把利率的走势搞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决定通胀的主要的波动就是来自于猪价。虽然呢 CPI 里面构成的成分非常多，可能你会说非食品不重要吗？重要。住房不重要吗？重要。但是这些东西的波动不大，它可能长期决定了中国的 CPI 的中枢是上升还是下降的。比如说过去10年中国的 CPI 的中枢是上升的，那是因为中国的非食品价格的中枢是上升的。但是对于短期的波动来讲，这些都是慢变量，而真正的快变量只能是在短时间内造成价格大量波动的东西，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猪价。所以08年以前我们就研究猪，我们研究猪粮比，研究猪肉的母猪的存栏量，然后来判断债券的走势啊。我是2002年入行，那时候是债券的牛市的尾部，后边呢经历了第一轮熊市，然后呢到05、06年的时候呢，我们对猪肉的研究呢比较深入，所以在06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当时提出来说，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会出现高通胀，所以当时呢对债券市场呢是非常看熊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在2007年呢，我拿到了我作为分析员，我第一次拿到了新财富的第1，这就是得益于我们对猪价的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猪是因还是果？这又回到了刚刚的问题，对吧？在分析利率走势的时候，你会说因为猪价是因导致了利率是果，但这件事情你仔细想一想，你会觉得很可笑，一个国家的利率竟然能够由这个国家的猪肉的供需来决定，这不太符合常理，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宏观指标，怎么能够由这么一个微观的因素来决定呢？所以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猪也是果，它们都是在由背后的共同的力量所决定。你看到的利率上升和猪价上涨都是一个共同的因素所决定的。什么因素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周期。我们的猪价的波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济的冷热。当经济热的时候，猪价就会涨；当经济冷的时候，猪价就会跌。所以你看一下，这是猪价和房地产周期，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东西，对吧？你就问一个做农业的研究员，你说你研究猪价要关注房地产周期，他会觉得这简直扯淡。我只要把猪肉的供需存栏周期分析清楚就行了，把猪粮比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分析清楚就行了。但事实上在过去你会看到这两个是高度一致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一致了。现在的猪价
和地产的相关性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做债的人还关心猪吗？没人关心了。但是你还是会关心房地产周期，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你曾经关心的东西，其实它不是本质，它只是你需要最终关心东西的一个表象而已。那么这是猪价跟工业品跟房价的，你会看到基本上在12年以前也是差不多的，就每一次经济起来的时候，房地产投资起来的时候，工业品价格是涨的，房价是涨的，猪价也是涨的，它们是形成共振的。现在工业品涨的时候，房价涨的时候，猪价还涨吗？不涨了。现在猪价跟它们的相关性已经被打破了。那么为什么原来猪价的上涨它是反映了整个经济周期的一个冷热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国大多数的东西在过去其实都是属于过剩的。过剩的东西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的总需求在扩张的时候啊，对于大多数过剩的东西，它的价格弹性是不大的，它肯定会受到总需求的上升而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呢，相对来讲是幅度比较小的。只有相对不过剩的东西才能够在总需求拉动的时候呢出现显著的上涨，而过去真正在供给层面上容易出现短缺的其实就是猪。不光是因为猪它是中国的食品当中最大的一块消费，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养殖行业是没有实现规模化运作的。我们并不像美国，对吧？美国你看看，其实美国当中它最大的肉类是牛肉，但是为什么美国的牛肉价格不会对美国的 CPI 造成最大的一个波动的来源呢？因为它的养殖规模化之后呢，本身的牛的这个供给就可以做到相对比较平滑，整个周期的波动，它的波动性就会比较小。而中国的猪早期都是散养，散养的结果就是追涨杀跌，就跟我们股票市场一样，散户越多追涨杀跌，对吧？涨的时候呢，大家都压栏不让猪出来，进一步推高猪价等到他以为猪价涨真的是因为他成功的控制了供给导致价格涨，等到总需求一下来的时候呢，泥沙俱下，什么都没用，价格就一路跌，跌的时候大家又拼命的出来，然后导致价格进一步暴跌。所以说猪价的波动是由于它这个行业特征所造成的，但它背后反映的是需求。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猪的这个养殖变得规模化运作了，散养的比例越来越低，所以它的波动性也下降了，它和总需求的关系就弱化了。所以到07年的时候呢，我以为我把利率的周期波动我搞明白了，我以为就是我把 CPI 研究清楚就可以了，这个让我在08年吃了大亏。所以08年呢，应该是我过去10年当中新财富排名最差的一次，就是输在08年嘛。08年呢，大家都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次贷危机。当然次贷危机呢是一直是到北京开完奥运会之后才开始爆发的。9月份那一个中秋节过完，央行就降息了。那么在08年的时候呢，债券呢在前8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呢还是在高位震荡。那么在08年年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时候 CPI 还在继续往上走，到08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 CPI 已经快接近10%了。那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08年上半年的时候，在年中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说债券的熊市才刚刚结束上半场。当然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也说我们的股市的牛市才刚刚进入下半场，这是一脉的逻辑。我说股票的牛市进入下半场，债券的熊市进入下半场，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进入商品捕食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我进一步的看高通胀，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不盯着通胀去看，这是中国的工业增加值，
你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其实在什么时候呢？在07年的下半年其实已经见顶了，然后开始往下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其实主要是受出口的影响，出口导向性非常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美国从07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到08年的时候才进一步的矛盾进一步的扩散和爆发。所以那时候呢，中国的出口其实边际上已经受到海外的冲击，它已经开始回落了。如果你盯着工业增加值的这个经济指标看呢，你就会发现有不和谐的问题。而事实上，在08年的上半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尽管通胀还在继续上升，但是由于工业增加值开始回落，你会发现债券呢并不再像以前单一的跟着通胀往上走了，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小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的主要的矛盾已经在发生转换，它不再是盯着通胀在走。那么当然后来危机一爆发，哗，全下来了。所以08年呢是我在方向上看的最错的一次。我说分析员，可能前面大家看视频你知道，我说方向和时间你绝对不要同时说，同时说你错的概率非常高。你要么就说时间，要么就说方向。这次呢是方向的错误，我待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个时间的错误。到09年的时候呢，好，如果你还是盯着通胀，那么你会到这个时候，你都会认为呢，债券的牛市呢还没有结束。09年的整个通胀是负的，通胀起来是到什么？是到10年的下半年才起来。但是债券在什么时候见底了？债券在09年的1季度就见底了，然后就迅速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呢是政府推出4万亿，然后工业增速大幅反弹，整个经济起来，那债券就起来了。也就是说，在09年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盯着通胀没用了，你该盯着什么呢？你该盯着经济增长。那么或者说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完善一下。其实呢，利率的核心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既要看通胀，又要看增长。那到底怎么看呢？如果增长往上，通胀往下，那到底利率是该往上还是往下呢？那我们就做个折中，我们把通胀和增长加起来。加起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GDP 的名义增速，对吧？ GDP 的实际增长就是增长， GDP 的价格我们叫平减指数，其实它是 CPI、PPI 的这些因素的结合，那么它反映的是通胀。那么这个时候呢，在09年以前，基本上大家不提 GDP 的名义增速这个概念，大家对增长和通胀的分析是分裂的。如果把这个概念引进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国债的收益率我们先不看后面，我们看整个这段时间来讲，你会发现国债的收益率的走势呢，和 GDP 的名义增速呢，基本呢是一致的。甚至在之前你所谓的看到的 CPI 的走势之所以跟利率的相关性很强，其实只是因为 CPI 的走势和经济的名义增速的走势基本是吻合的。这就是你没有触及到，你一开始看到 CPI 你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但是后来如果我们把工业增速和 PPI 加起来，这相当于是第二产业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波动是在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对通胀对 CPI 的波动最大的是猪肉，但是对经济增长最大的波动是在第二产业，既反映在工业增加值上，也反映在 PPI 上。因为 PPI 它其实就是工业增加值的一个滞后反应，就是工业增加值是领先于 PPI 的，工业增加值起来 PPI 起来啊。当然我们不说这段又不对了，这段就是供给侧改革了，大家都知道对吧？工业增加值一条水平线，价格还是在涨。前面呢基本上呢你可以说是一个需求决定价格的逻辑，工业增加值起来，价格就会起来。对于经济的波动在早期的时候是靠 CPI 引起的，就是 CPI 跟经济的名义增速的波动是更吻合的。但是到这个阶段 CPI 的波动不再是跟经济增长波动吻合了，现在的经济增长波动呢，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工业增速和 PPI 吻合。到09年到12年这段时间呢，你会发现你更重要的是要研究 PPI 和工业增速的走势。
它对于收益率的指引作用呢，比猪价的显示的要强得多。到这个阶段呢，我以为我又搞懂了，我认为我只要把经济增长的趋势搞清楚了，把工业品价格的趋势搞清楚了，我就知道利率怎么走了。然后我犯了第二次错误，就是这一次，就是这块这是国债收益率，这是经济的名义增速，你会发现，到这儿都是很吻合的。好，到这里的时候呢，这是在2013年。2013年呢，大家知道那一年没有高通胀，工业品价格全年是跌的，那一年的经济增长也马马虎虎，不算很差，但肯定不算好。所以你看呢，2013年的名义GDP 增速呢，虽然是上升的，但是幅度非常的小。所以呢，2013年我已经离开中金了，我已经到敦和了。然后我在敦和的做的第一个推荐就错了。我推荐什么呢？在2013年9月份，大家知道那时候是国债期货刚好推出来，那时候还没有10年期国债期货，是推的5年期期货，对吧？2013年的9月底推出来的。我告诉老板说，现在要大量的买进。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增长不行啊，我肯定是看空经济增长的就是工业品价格也没起来，对吧？那你从过往的经济角度来讲，你看2013年的9月份的时候，国债收益率到哪儿了？国债收益率到这儿了，到这儿了。那你看你这个图如果我们不看后面我们把后边遮起来，如果当时你人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情景，那显然你从过往的经验来讲，国债收益率肯定已经超调了。因为国债收益率到这个位置了，已经是等于是已经回到了11年的高点。11年的时候，经济的增长在哪儿？在这儿。现在你在哪儿？你在这儿。那你经济增长在这儿这么低，你为什么认为利率要高呢？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十分流行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判断利率市场化抬高了利率中枢但是呢，我不认可这个判断，因为我认为呢，就是经济基本面决定利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推荐呢，我要买国债期货。然后悲剧就发生了，10月份国债期货暴跌，应该是至少是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95到96，最低的时候跌到89。这一波是最惨烈的，这一波的收益率的上行几乎和前面8到9个月的上行幅度是一样的，直接3到4个月就直接上行了。这个上行到哪儿了？已经到了07、08年的水平。07、08年是什么情况？07、08年的经济增速在这儿了，25%的名义 GDP 增速，现在的 GDP 名义增速那会儿也就才10%多一些。所以这是我犯的第二次错误。这次错误在哪儿呢？这次错误在于其实方向没有看错，你只要再熬2到3个月的时间就下来了。但是呢，时间错了，你过早了3个月去讲，如果你仓位没有控制好呢，你已经没有机会等到黎明的到来了。这是我的第二次错误。第二次错误让我明白了，我还是很无知我没有明白真正影响利率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你盯着 GDP 的名义增速，盯着经济增长又错了？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一次你盯着 GDP 的名义增速，盯着经济增长又错了？原因在于说，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东西，利率是什么？利率就是资金价格。资金价格由什么决定？资金价格由资金的供给和资金的需求决定，对吧？那么你认为经济增长影响利率，本质上你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你认为经济增长和需求应该是一致的或者是同步的。你认为经济增长不好，资金需求就应该不好。所以在经济增长这么低的时候，你自然觉得资金需求应该是下降的。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黄色的这条线是中央银行做的统计，就是
主要的企业的贷款需求，它还是比较好的，能够因为你说需求这个东西怎么去反映，其实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东西，对吧？你说需求，你看一下贷款不就可以了吗？贷款增速高，需求就高，对吧？这也是有道理。可是呢，贷款增长高，有时候可能是银行主动供给的结果。就是说，有时候你未见得一定能够真正的把需求能够准确的描述出来。那么这是中央银行调查的企业当时的贷款需求。由于它有季节性，所以我们这儿是用同比来反映。那你看到没有，在过去贷款需求和经济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在2013年之后，你发现什么问题？经济的波动性显著的下降，但是资金的需求的波动性依然十分巨大，而且它可以在经济往下走或者经济处于低位的时候，它的需求依然十分的强烈。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看过去的这段时间出现了2个重要的背离。第一个背离就是说，虽然经济波动的方向和利率波动的方向大体上仍然是一致的，但是幅度上没法解释。就是说经济可能稍微的好一点，你就会发现利率上的会特别多，而不像以前那样上的很温和。然后第二个呢，在时间上也出现了不同步，对吧？比如说过去呢，我们都说这个经济往下，利率就应该往下，对吧？2个的滞后性不会太长。但是你看这段，我们的以16、17年来讲，我们的经济的名义增速其实是在这个位置就已经见顶了。但是呢，你看利率的下降是什么呢？利率的下降是直到今年年初才开始见顶回落，它比经济的名义增速的这个高点滞后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这个滞后性也是比过去要长，就无论是幅度还是时间上都出现了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呢，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是资金的需求和经济的增长出现了不同步，而且幅度也不匹配的特征。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又稍微的往前进了一步，我们抓到了更本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经济的波动对利率的影响，其实本身是因为它对资金需求的影响是一致的。但是你最后你需要观测的东西还是要看资金需求。为什么资金需求可以跟经济的增长不一致？这跟你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举个反例，你看看美国过去20年经济也是在增长，但是为什么利率中枢在下降呢？因为它的经济增长在大部分是依靠创新、科技创新来完成。你说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融资吗？起码它不需要大量的债务融资，它要的都是股权融资。所以它的这种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对债务的需求的大幅增加。我们关心的利率是关心的是债务融资需求。同样，经济不好就代表资金需求一定不好吗？未必如此，对吧？我们知道在2013年出现钱荒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企业又有大量的存量债务，然后自身的流动性现金流又出现问题，它反而呢为了维持原有的杠杆和债务不减少，它要继续的借，以高利率的方式继续借钱，来让资金链不断裂，所以就造成了你看到的融资需求和经济的周期的不匹配，和它的强度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画贷款需求周期和利率的走势，你会发现在2013年之后呢就比较吻合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当然也许再过1年2年我还能有机会再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说这个东西也有问题，但是我们就进一步再往真理的方向去靠拢。但是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想试图去包括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对吧？我们最早看到的通胀，它其实只是经济增长框架的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跟债券的关系，它本质上其实是跟资金的需求的一部分，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过去10年大家老说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对吧？名义GDP 增速从过去的15%到20%跌到了10%以下，为什么利率中枢上升了？无论是短端的利率中枢啊，这是09年以后的水平，这都是09年以后的水平，都是比09年以前高的，大家可能把它都归结于是利率市场化的结果。不可否认，利率市场化打通了实体的资金需求和老百姓要求的利率之间的这个利差，但是它一定不是决定长期方向的。你看国外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现在利率都接近于0，它没有利率市场化吗？它肯定利率市场化了。那为什么它的银行不会再去像我们的银行这样需要持续的用高利率去揽存呢？因为它揽了完存之后，它也不知道这个资金拿去干嘛用，它以高利率揽来干嘛？中国的银行如果能够愿意用高利率和高的理财产品去吸纳资金，本质上是它一定能够找到可以接受这样的高的成本的资金的需求方。而这个需求来自于哪儿？这个需求来自于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在0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开始持续的依赖于债务扩张的方式来推动经济，我们依靠房地产，依靠基建，这些方式都会大量的需要融资，这就造成了你的融资需求的增长和你的经济增长是不匹配的。你可以看到在09年之后，你的融资增速比你的经济增速高得多，这就是现在大家说的中国的杠杆率的问题，对吧？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黄色这条线，红色这条线是中国的债务增长。你可以看到在08年以前这2条线有差别吗？没差别。08年以前中国是以制造业作为它的主要的支柱产业发展，如果中国真的是只需要靠制造业发展经济的话，根本不需要大量的融资，企业那些资本开支或者设备更新所需要的资金量远远没有办法跟地产和基建相比。但是你看在08年之后，我们的每一年我们的债务融资增长都远远的高于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个劈叉越来越大，一直到今年才重新的开始收敛，就是我们讲的叫宏观去杠杆，其实是稳杠杆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全社会的债务和 GDP 的比值在08年以前就是一条水平线，然后08年之后就一直上升，正是这个上升才导致了我们的利率中枢不断的抬高，在我们的经济下行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改变这种经济模式，这个现象会持续。相反，如果你摆脱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重新回归到08年以前的状态，以制造业为主，削弱房地产和基建对经济的贡献的话，那么这个指标至少不会继续上升。那么你也就会看到呢，我们的资金需求和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这种同步性会重新的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上去。那么需求，如果你一定要从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一个刚刚讲的从央行的调查问卷去看贷款需求，如果一定要说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客观的融资需求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非标。因为非标代表了什么？非标代表了能够接受高利率的边际的那部分群体的需求，这部分需求对利率的敏感度是最高的。所以你看社会融资增速，其实它对利率的这个领先作用啊，没有非标明显。就非标的增长对利率的引导性会更强，因为它更真实的反映了最需要钱的这个需求啊。只有在这部分需求还旺盛的时候呢，贷款又满足不了，所以它就需要通过其他表外的方式来满足。既然我们认为资金的供需对利率的影响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框架引出来。这是一个资金供给的框架。货币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说我常问大家的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是先有存款还是先有贷款？这个问题跟回答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一样的。我的答案是先有贷款后有存款。这个是有一点反你的常规认识的。你说怎么可能呢？银行一定是先存了钱然后才能放贷呀。银行不需要存钱，对，资本金就行了。
我创设一个银行，我先拿一部分钱进来，这部分是资本金，对吧？这部分是银行的权益，不是负债啊，存款是负债，对吧？然后银行拿着这个资本金开始放第一笔贷款，放完之后，拿到贷款的人是不是要存回银行？他不可能不存回银行吧？当然你说你要跟我掰，你说他可以放到他们家的后院，拿个保险箱存起来，那也可以，但是大量的资金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存回银行。存回银行之后，你会看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成了什么呢？资产方多了一笔贷款，负债方多了一笔存款，是贷款产生存款。这是一个货币银行学要告诉你的第一个逻辑，就是信贷创造货币啊，这货币派生的道理。所以呢，大家老说 M2 超发怪央行，讲中国最常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货币超发那么多都是央行造成的，错，货币超发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贡献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贷款买房？中国的 M2 的创造60%到70%都跟房子有关。大家如果都不买房子了的话呢 ，M2 增长马上掉下来。那你说不是对啊？我买房子就是因为担心货币超发呀。然后呢，你买了之后呢，你又让你担心的事情呢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一个囚徒困境。你说我不贷款买房，肯定有人会这么干。与其让他超发货币，不如我也要加入到超发的行列来。所以大家就都一起后，就大家都为整个货币超发创造了贡献。所以货币的增长从本质上来讲，它主要还是什么？还是要靠需求来决定。就是说一定要有人愿意借，这个货币才能超发出来，才能发出来。否则国外你说央行不停的宽松，不停的放水，那他不担心通胀吗？他没有融资需求，他放再多的水也没有需求，所以呢，货币是不会增加的。但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你说货币的投放都是靠需求在驱动的话，那我们研究资金供给还有啥用，对吧？你供给的相当一部分是靠需求决定的，那这部分就抵消完了，那你的供给是啥？所以呢，还是有一些供给，这个供给就是一开始的那点东西，就是咱们刚刚说银行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资本金，这一开始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基础货币。这个基础货币呢，大家肯定会说啊，就是说基础货币又是什么呢？啊，基础货币啊，按教科书会跟你讲的说，基础货币就是流通中现金加法定准备金。其实这讲等于没讲，没感性认识，对吧？流通中现金是个啥东西？就是我手中拿到的钞票，对吧？准备金呢，不就是银行存在央行的钱？但是啥意思呢？你让我分析这个东西有啥用呢？所以呢，按构成来讲，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关键是你要知道基础货币是怎么出来的，你要把基础货币形成的源头搞清楚，你就知道了什么东西会真正影响资金的供给。那么就是这些东西会影响资金的供给，外汇占款会影响，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会影响，财政存款会影响。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要说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是什么？基础货币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负债端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手中每个人拿的这个毛爷爷啊，都是央行印出来的钞票，对不对？央行印出来的钞票就是央行对你的一个背书，是用央行的信用给你的一个背书，所以它反映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是央行的一个负债。那么能够影响这个东西的，要么就是央行的资产端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央行的其他的负债项发生了变化，才能够影响它，对不对？那央行的资产端能够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外汇占款公开市场操作。外汇占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所有的你如果你央行拿着黄金，或者呢大家现在出口有了大量的外汇之后，你把这个外汇拿到央行那，你不就是可以换钱吗？你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吗？那反映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央行的外汇占款会增加，外汇储备会增加，同时呢它的负债端呢会投放一部分货币出来，这部分货币呢就是基础货币，就是最开始的货币。然后呢银行拿到这个货币之后呢，再去放贷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更多的货币。那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呢，就意味着说，如果当你的外汇储备，我们打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现在大家说中国没有外汇储备了，从资产负债表的结果你可以说，中国没有外汇储备了，
那就是中国的央行的资产变成零了，那负债不就变成零了吗？所以这就是大家说的外汇储备一减少，这边不就是资本外逃了吗？所谓资本外逃就是这边的基础货币就会减少，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央行只能自己来扩表，就前面这个相当于是被动的，就是你给他，他要接受，然后他就给你钱。但是呢，在没有这个的情况下，他不能扩表吗？他当然可以扩表。他怎么扩表？他买，大家你们手中有债券，对不对？你都卖给我，你卖给我的时候，我不就给你钱了吗？公开市场操作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对吧？公开市场操作呢，不管是做回购还是做买债，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央行可以主动的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大，对吧？你美联储扩表是怎么扩的？不就是这么扩的吗？你从市场上大量的买债，然后就增加了货币投放，对不对？所以说外汇占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增加货币的方式，在这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才需要通过扩表。事实上真正的发达国家都是自己扩表，自己扩表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政策独立了，货币政策独立了。如果你不能自己扩表，你天天靠着外汇占款来改变你的资产负债表，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货币政策是被动的，你的独立性并不强。真正敢于独立的，那一定是发达国家才有这个本事，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数货币政策都是被动的。财政存款这个我就不讲了，财政存款它其实影响的是负债端，就是刚刚说的央行把它的一部分钱拿出来投放，那么它就相应的也增加了这个基础货币。那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其实就在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直接就会影响到就是汇率和利率的关系。我要讲的就是汇率和利率的关系和整个货币的投放机制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条线啊，红色的这条线就是央行的外汇储备，也可以说是外汇占款。那你可以看到呢，在2014年之前呢，这条线是持续上升的。那么在当时的话呢，由于人民币升值啊，贸易顺差很高，导致呢外汇占款持续的增加的时候呢，央行呢那时候不仅不投放货币，还需要把这些东西所创造出来的货币要收回去，所以那个时候才有央票。下面的这个灰色的这条线呢，就是当时的央票，央票呢也伴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呢，不断的增加，来对冲这部分的多投放的货币。转折点在2014年，2014年之后，老百姓开始担心这个经济不好了，老百姓担心人民币贬值，所以呢外汇储备已经不再增加，开始放缓。这个时候呢货币不够了，你显然也不可能再去发央票去对冲了，所以央票到这个时候就没了。这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呢？这时候就变成了央行开始主动的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去投放资金。当然呢现在他做的还比较矜持，他没有直接的去买债，他的做法就是通过回购，通过各种粉儿，都是就是把大家的债券呢拿来做抵押，不是卖回给我，只是做抵押给你，相当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有期限的买入债券。如果你真正买就是无期限的了，全部买过来，我以后卖出的时候才可以。这个时候开始通过这个方式来增加。这个货币供给的机制的变化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给大家讲的很多问题。我说为什么在2013年之后，整个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成本的差异在显著的拉大？为什么央行要通过在回购，再通过公开市场正常的投放渠道的基础上，要再增加各种粉的方式，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受益于流动性的投放？就是因为货币投放机制从外汇占款转向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量的银行开始发行同业存单，而之前是没有过的。真正的同业存单你看在2014年之前都还没有，2014年之后才有了。当然大家会说同业存单是因为那个时候才开始搞，其实你要相信任何东西出来有它的历史环境，你再往前推的时候，你让他发同业存单他也不会发。为什么呢？他不缺存款，他为什么要发？如果当你是通过外汇占款进来的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外汇占款相当于就是说是通过这个贸易，通过各种外汇储备的方式换来的钱，
首先它体现在商业银行的报表上，它是一笔存款。第二呢，是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可以获得这个存款。当你的外汇储备一减少之后呢，你会发现出现了2个问题。第一个呢，你通过央行拿到的这些钱，通过各种粉儿或者通过回购拿到的钱，它不是存款，它不是存款。注意啊，你相当于只是你的资产方的，就是相当于你负债方多了一个对中央银行的欠款，对吧？资产方呢多了一笔资金，多了一笔超额准备金。你的负债方体现的不是对居民和企业的存款，你体现的是对中央银行的负债，是中央银行对你的存款。然后呢，第2个现象出现了什么呢？由于公开市场操作一开始只能让少数的金融机构拿到钱，而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拿到钱。好，少数金融机构拿到钱了之后就说呢，行啊，你们缺钱的人找我要没问题啊，你发个存单吧，我买你的存单。所以呢，你要通过存单的方式才能够把这钱呢从那些资金富裕的大机构手里搬到小机构手里，那当然他要敲诈你了。我从中央银行拿到的钱可能就2%到3%，我买你的存单要4%到5%。所以呢，由于外汇账款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的金融机构的贫富差距迅速的拉大。而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一方面，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必须得通过发行存单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资金的腾挪，从相对富裕的机构搬到自己手里。另外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回购市场的利率呢出现了显著的分层，银行的融资成本和非银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的这个差距拉大，而且非银的金融机构的波动率也拉大。这是存款类的回购利率啊，这是全市场的回购利率啊，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值也拉大了。再接下来的最大问题出在哪？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关系相关性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换。再接下来的最大问题出在哪？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关系相关性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换。什么意思呢？早期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红色的这个线，它是说的是人民币的一篮子汇率啊。那么你会看到汇率跟利率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汇率的升值伴随着利率的下降，就汇率只要升值，利率就会下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汇率升值和利率下降其实都是资金流入的结果。因为当你的资金供给的机制主要是由外汇流入所创造出来的话，那外汇的流入本身就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那流进来之后，由于流动性宽裕呢，自然也就会造成利率的下降。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的货币特征。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汇率和利率机制是完全是反的。新兴市场是汇率升利率降，不是大家想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习惯性想法是说，新兴市场为了维持汇率的升值需要抬高利率，其实不是，是汇率升了值，利率自然就下了。如果你看见利率上升了之后呢，是因为它有巨大的贬值压力，资金在往外走，贬值和利率上升是同步发生的。那么这个关系一直到2015年之后就变了，现在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因为既然你的投放机制已经从外汇变成了这个央行的投放，那么央行的投放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央行投放一定就是在外汇流出的时候嘛，那就是有贬值压力的嘛。那么但是你央行投放呢？央行它如果有主动的投放权的时候，它的投放量一定可以超过外汇占款的减少量。所以结果呢，就是说，尽管你的外汇占款还是在流出的或者在减少的，但是你的流动性并可以不紧张，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投放的方式让流动性宽裕。否则的话，你要说，就核心的一点啊，大家说要说中央银行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利率，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取决于你在各种因素上的取舍。但是你说由于资本外逃，所以我们的利率就不能够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要让它下来，绝对可以下来，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投放把它弄下来。但是它投放的结果呢，有可能呢也会带来更大的这个贬值压力，这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它在汇率和利率上的一个取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看到呢，汇率和利率呢，其实就变成了同向的这种特征。往好的方面想呢，你可以说呢，它具有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特征，货币政策能够变得更加独立了或者说它不怕了，就是说它能这么做本身呢，你也可以认为呢，它对于汇率的这种波动的容忍度呢，一定是提高了。否则他就会担心我现在如果要宽松，我把利率降下去了之后，我可能会导致汇率的贬值。那汇率贬值来讲，就刚刚说的那会不会贬得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没了，然后就只能靠我央行持续的买债来投放货币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那为什么我们看美国看这个欧洲，我们为什么看他们，我们不担心这个问题，对吧？你也不去考虑这些国家说有外汇储备多和少的问题。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发达和新兴的区别在哪里新兴市场的问题是说，他担心他看很多问题不是周期性的，他看很多问题是一个趋势性的，就是说我担心这些钱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他认为都是周期性的。周期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经济不好，我汇率贬值很正常我经济不好，我就应该汇率贬值但是我为什么不怕汇率贬值呢？因为我既然是周期性的，那就意味着我迟早贬了之后，我的经济会重新好起来，那你会再回来。我不担心你不回来。新兴市场就相当于你买了就相当于发达国家是蓝筹股嘛，蓝筹股它可以股价跌，但是你不怕，你拿着它，因为你知道它迟早会涨回来。但是呢，你如果买小票，它跌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对不对？你拿新兴市场的汇率，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汇率就是这个国家的股票，就是把整个这个国家看成是一只股票，汇率就是它的股价，对吧？你担心它回不来，所以他就担心这种东西是趋势性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自信的一个判断，就是你认为到什么阶段你可以对这个利率的独立性可以提高。所以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们又看一个，就是说跟这个衍生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那好，那中国的利率到底跟美国的利率需不需要考虑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关性和受到美国利率的影响？那这个是中国利率，这个是美国利率如果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说 A 和 B， 你看到的呢，这就是 A， 这就是 B， 然后你会说呢，你想寻找两者的相关性，但是你会发现呢，它们的相关性呢在变化。比如说08年以前，中国的利率是比美国的利率是要低的。08年以前，中国利率比美国低，可没有人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大家也没有担心中国利率比美国利率低的时候会导致资本外逃，对吧？因为中国经济很好中国的利率低恰恰是中国经济好的结果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因为中国经济好导致了大量的资本流入，然后压低了你的利率。这个时候没有人担心，而且呢，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呢，美国出次贷危机的时候是美国的利率先跌美国的利率在07年就见顶了，中国的利率到08年才见顶。这段时期的两个就基本上一致了。当然这个时候呢，由于美国进入到了一个经济下行周期，所以它的利率绝对利率比中国也要低了。然后呢，到最近呢，其实变成了什么关系呢？变成了是中国领先。我为什么说叫中国领先？比如说去年只有全球基本上只有中国的利率是持续上升的，去年中国的利率大概上了100多个点，但是呢其他国家的利率，美国的利率欧洲的利率，日本的利率都没有往上走。好，到了今年呢，你会看到呢，美国、日本、欧洲年初到现在都是往上走的，但是中国的利率呢已经开始往下走了。你就发现呢，其实大家的领先滞后关系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什么呢？背后说明的是经济的基本面相互的影响的机制在变化。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要讲
中美的收益率一定要有相关性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看美元指数和中国国债收益率，它们的相关性比中美收益率直接相比较的相关性强得多，而且稳定性很好，基本上没有过明显的不一致的时候，就是美元升的时候，收益率都是中国的国债收益率都是往上走的。但你说为什么美元的汇率比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对中国的这个收益率解释要好？其实它背后对应的也是一个基本面的问题。美元往上走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债收益率是往下的因为这边是逆序美元往上走的意思就是说全球的经济不好。如果全球的经济好，那一定美元是往下走的，因为美元它看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的一个相对的关系。如果说全球经济好呢，大家不会拿着美元就都去投其他的市场了。所以美元指数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全球经济的好坏的体现，而全球经济的好坏实际上跟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有巨大的关系。这种变化我们说其实所有你看到的现象最后对应的本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在2008年以前，决定全球经济的核心的变量是美国经济，所以美国一出危机，全球经济都不行。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变成就是如果中国自己 hold 不住，那对全球的经济会有巨大的冲击。中国现在的每年的，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还只是第2位，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就是按每年的增量的计算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比其他的任何的一个大的经济体都要高，甚至是比他们的加总加起来的这个影响呢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呢，在08年以前呢，中美经济其实没有太高的相关性甚至可以说呢，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呢对中国的影响呢会更大一些。但是08年之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搞了4万亿，信用扩张一下子起来了，然后美国经济在09年到10年有一个很强的复苏，得益于我们的4万亿的刺激，当然也跟它本身的宽松有关系。然后呢12年到13年我们又有一轮小规模的信用扩张，美国的经济呢在14年到15年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后来呢我们15年之后不好了，经济一路往下走，其实美国的经济也在回落。15年16年我们又有一轮经济的复苏，就是最近的这一次，然后美国的经济呢又起来了。当然我不否认美国的经济肯定有它自身的政策的配合，比如说它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QE， 还有它最近这一轮的减税的刺激，但是在大的周期的波动上，其实它一直是受到中国的信用周期的影响的。所以这就随着这个东西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中美的国债的收益率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变成了如果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因为中国自身的经济的基本面的不好而下降的话，其实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也会滞后的去体现，对吧？这是中国的地产销售和美国的 CPI 也是有一个领先滞后关系。然后呢，中国的这个新开工其实也是领先于美国的这个耐用品的这个订单的。中国的货币增长对全球的商品价格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跟国内需求相关度比较高的像螺纹钢这些价格，也包括海外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些原油都是有领先性的。甚至呢，你从贸易的角度来理解呢，中国的进口对全球的贸易是具有领先作用的，而不是出口。你说你一看中国的进口的这种拐点呢，都是领先于全球的出口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本身的内需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呢，相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讲呢，会变得更大。那么这是资金供给层面，我们讲一下资金需求层面。那么这是资金供给层面，我们讲一下资金需求层面。中国的资金需求呢，分为2个层面，一个是实体的需求，一个是金融机构的需求。金融机构的需求我们待会儿会来说一下，就是金融机构的需求到底是不是实体需求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先说实体需求。实体需求呢，
当然主要是看行业，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制造业的投资需求，还有基建的投资需求。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从贷款的余额的分布来讲呢，个人现在已经是在余额分布当中占比已经是最高的了，32%，基建20%，制造业13%，房地产开发呢看起来比较低，只有6%。但是个人我们知道，所有的贷款都是流向房地产，它只不过是通过销售的方式来体现。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两部分加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至少房地产的需求占到了我们的整个的贷款，从余额的角度来讲是接近于一半，从增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不止一半，因为增量光个人的按揭贷款每年的增量就占了贷款的50%以上。如果你再加上房地产本身的开发贷款的增量的话，少说也有60%。然后呢，基建呢再加上去的话呢，我可以不夸张的讲，中国的资金需求至少70%是由地产和基建所决定的。如果没有地产和基建的话呢，我们实体的资金需求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如果房地产要是周期要是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银行接下来的问题是不知道钱往哪儿投的问题，而不是缺钱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存量上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大的地方啊，这是表内。表外呢，表外就更夸张了。表外呢，就是因为房地产开发从表内拿的，所以表外呢，房地产开发占到了1/4，基建占到了1/4，这两个加起来就占到了表外资金需求的一半。其他的东西呢，就零零碎碎。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分部门来讲呢，就是说啊，老百姓的资金需求，但就是跟着地产周期走的。只有在地产周期往上的时候，才会带动老百姓的加杠杆的这个意愿。所以老百姓呢，现在呢占整个银行的贷款的增量呢，已经超过了50%啊。然后呢，房地产的这个周期呢，当然也会带动企业的融资需求的增加，因为地产的销售会带动地产的开工。但是呢，企业呢，它从银行直接获得的贷款是非常低的，只有15%。绝大部分呢是通过老百姓加杠杆的方式来间接的获得，因为它可以收老百姓的这个，就是通过销售实现它的这个预收。预收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银行的按揭啊，这部分呢占到了国内的房企的资金来源的一半。那么制造业呢，其实它总体来讲呢，它的资金需求量不大，而且它主要体现的是下游出口消费这部分对它的拉动和少量的其他的投资带来的一些衍生需求。基建呢，它是政府用来对冲经济下行的一种工具，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谈基建，但是事实上基建的投资从来和整体的投资周期不是一致的，就是说你不能说政府用基建能够拉动整个投资往上走，因为基建呢总是用来做对冲的。换句话讲呢，就是说基建的走势和其他的东西的走势其实一般是反的。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啊，我们的需求，我们说了这么多，有房地产的需求，有基建的需求，有制造业的需求，什么东西决定了中国的资金需求？决定需求总体来讲就是房地产周期。这边是贷款需求和基建的相关性，这边是商品房的销售和贷款需求的相关性。你会看到呢，在图上啊，直观上你就能看得到，总体来讲，贷款的需求和房地产的周期的相关性要远远的大于和基建的相关性。那么房地产周期基本上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融资的周期的一个上下的起落，所以房地产呢也就领先于利率周期。这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理解这个问题，对吧？房地产决定了主要的需求，而需求又影响了利率，所以说房地产周期是领先于利率周期的。这是我们从需求端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么当然呢，有很多的需求，每年的需求，融资需求，除了要偿还到期的量，还有新增的量。但是由于到期量越来越大，自然就会导致你的净增需求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由于你的存量的规模，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每年维持这个存量
的债务的利息的支出就是一个庞大的支出，在中国这个支出已经占到了当年的融资的40%，就是说你今年借的10万块钱，有4万块钱是用来保证你原来所有的借的钱的利息的支出，你真正能够用到的只有6万块钱。我说的10万块钱已经是新增的了，新增的啊，就是假定原有的债务都是到滚动到期就继续自动滚动的，新增10万，你还要，但是原来滚动的你利息总得给吧，你不能利息也滚动了吧，利息要给，你也只能用新增的钱去给，所以就导致呢，你看起来每年的融资量不断的在增加，但实际上它能够真正踢掉这些利息支出之后，能够用于新的投资的资金一定是越来越少的啊，这就是一个随着杠杆率提高，你的融资效率一定是在不断的下降的。然后我们回过来说一下这个金融部门的需求啊，我们过去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脱实向虚。脱实向虚呢，用一个图来理解呢，就是什么呢？这是银行对实体企业的贷款，或者是买它的债券啊，你都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给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资金，或者是通过贷款的形式，或者通过买债的形式。这个呢是银行呢对其他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或者是回购，或者是资金拆借啊，或者是一些同业往来啊。那么你会看到呢，在10年之后呢，这个量是大幅增加的啊。当然呢，随着在17年我们讲金融机构去杠杆开始呢，这个量呢又开始持续的回落啊，现在已经低于实体了。所以你可以把这段时间呢说成叫什么呢？叫脱实向虚。这段时间呢说成叫脱虚向实。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些给金融机构的这资金是不是都是没有用的？显然不能这么理解。你比如说，你把资金给了一个券商，或者给了一个理财的产品，然后呢，他拿到这个钱之后，如果他是再去做非标，或者再去做债券的购买，你说这个钱最终是不是流向了实体？一定是流向了实体。但是这个流向实体的钱呢，并没有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吧？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影子银行。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对金融机构的债权资金的拆出，它并不是都是空转的。但是那就意味着都是流入实体的吗？也不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一个银行，如果它这个你一个银行啊，你差钱给一个比如信托，然后呢，你让信托回过来买你的存单，那么你想这是一个什么结果？这家银行的资产方出现了一个像同业的一个拆借，对吧？就是对其他的金融部门的债权，负债方变成了什么呢？负债方变成了你的同业存单的增加。你说这个钱有流入实体吗？没有。这就是在金融机构部门内部的一个空转，它的结果就是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同时在增加。实体是没有这笔融资跟实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看到底有多少量是真正流入了实体，有多少量是在空转呢？其实你要比较的是什么呢？比较的是银行的资产的增长和我们的社会融资增长。就是说，不管你是表内给出去的钱，还是通过表外的各个环节最终给出去，反映在实体层面上，它一定要体现为实体的债务要增加。所以社会融资增长是最客观的反映呢，有多少钱是流入实体的。但是银行的资产的扩张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流入到实体的。所以如果你去看银行的资产和社会融资增速的差值，你就能看到什么呢？在这段时间，银行资产增长的速度是远远高于社会融资增长的，这个差值是持续为正的。这段时间说明有大量的钱是在空转，而到现在呢变成负的了，说明呢再重新的把原来空转的钱吐出来。那么这块的形成空转的结果，大家注意看啊，这段时间是发生在15年到16年，这段时间是什么？是债券的牛市，利率是下降的。那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需求的增加，不是所有的需求增加都会带动利率往上走，取决于是什么需求。
如果是实体的融资需求，是会带动利率增加的。但如果这些需求是集中在金融市场本身上，是属于空转带来的需求，它不仅不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它会导致利率反而会下降。因为这些需求全部最后都会体现在金融市场自身的流动性的不断的自我的复制上，通过债券的买卖来就跟你不断的通过回购来扩大你的债券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用银行的资产增速和社融增速的差值来反映实体需求和金融需求的差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差异呢和我们的利率的走势呢是有相关性的。当金融资产的需求大于实体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呢利率呢是回落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资金的供需关系上呢，我们把需求要做进一步的分层，才能看到呢它对利率的影响呢是不太一样的。围绕这个大类资产来讲呢，我们会先讲传统的框架。传统的框架大家都知道，美林时钟，当然现在被大家称之为叫美的电风扇了，因为大家觉得呢美林时钟呢是有问题的我待会儿也会说，美林时钟呢是好看不中用，就是它的理论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而且讲起来呢也是非常符合大家对经济的一个最朴素的认识。但是你会发现呢，美林时钟呢放到真正的投资上呢几乎是没法用的所以在美林时钟的基础上呢，就派生出了现在国内很多做债券的人都喜欢用的这个框架，叫货币信用框架。货币信用框架呢，其实在08、09年之后，基本上做债的人其实就已经提出来用货币信用框架呢来判断经济，那个时候主要是用它来判断经济和利率的走势。但是因为我今天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所有的资产的轮动嘛，它背后其实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驱动。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驱动力其实就是利率。所以只要符合去分析利率的框架的东西，理论上来讲也就可以解释大类资产的变化。所以我把它往前推一步，就是说货币信用的框架我认为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更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更适用的一套框架。这套框架和美林时钟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待会儿我们会用一些数据给大家看到，他们的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对应的一个体系，只是用了另外一套语言来讲。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美林时钟的一个图，它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用的是什么语言？我们每一个套体系都有一套语言。美林时钟的语言就是把经济按照增长和通胀这两个最简单的指标分类。我们谈经济无非就是说你是高增长、高通胀、高增长、低通胀、低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就这四种组合。所以呢它就按照四种组合，纵轴是增长，往上是增长上升，往下是增长下降。横轴呢就是通胀，往右通胀上升，往左通胀下降。它把通胀和增长呢分为了4个象限。那么按照这4个象限来讲呢，我们依次来看啊。如果说经济在往上走，但是呢通胀呢总体来讲呢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胀相当于在左边嘛，左边是比较低，增长呢在上面相当于比较高。高增长和低通胀呢，这个就叫复苏，所以最佳的投资资产呢是股票。然后呢，到这个象限呢，就变成了通胀已经变成高通胀了，但是增长呢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区域，这是高增长高通胀，这属于叫过热。过热呢这个阶段呢是商品。然后呢轮子呢再往下转呢，转到这个位置呢，就是增长已经开始进入到下面就是属于比较低的增长了。但是通胀呢还在高位，所以这个时候叫滞胀。滞胀呢就是什么都别做，只拿着现金。然后到这个象限呢，就是增长和通胀呢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就是经济进入了衰退，那就是买债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4种象限？是因为增长和通胀的变化不是同步的。
如果增长和通胀的变化是同步的话呢，我们就只可能看到要么高增长高通胀，要么低增长低通胀，不会出现它们交错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交错发生，就是因为在经济上来讲，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呢？增长的这条曲线应该走在通胀的这条曲线的前面，我们应该先看到经济增长起来，才会看到价格起来，价格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所以才会出现呢阶段性的会看到增长起来，通胀还没起来，然后到通胀也起来，然后到增长下去，通胀还没下去，然后到两个都下去，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它能够出现4个象限的可能，也就构成了这种资产轮动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用一个图来表示呢，这个图就非常清楚了。红颜色这条线呢就是我们的增长曲线，当然我们一般呢不是说看的一个绝对的增长，因为每个国家的一个潜在增长的中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用它的实际的增长和它的潜在的增长相比，处于这条线的下方，就是实际的潜在的增长来讲呢是往下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往上，然后再往下。虚线呢就是通胀，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通胀的这条曲线呢是在经济增长的这条曲线的后面，一定要经济增长先起来，通胀才能够后起来。但是呢就会出现呢一段时间呢增长往上走呢，通胀是往下走的，所以这段时间呢称之为复苏。这段时间呢是大家都往下走，两条线都是往下走的，这是衰退。这个区域呢就是增长往上走啊，通胀也在往上走，过热。到这个阶段呢就是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往下了，但是通胀还在往上，这是属于滞胀。所以在这4个阶段呢对应的最佳的资产呢就是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那么这个是美国，就是美银时钟提出来的，他做的一个统计啊，就是他把这个呢这条线啊，黑色的这条线呢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趋势，红色的这条线呢就是 CPI。 那么呢它根据增长和通胀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对应关系呢，就把经济呢就分为了这4个象限，分别用不同颜色的阴影呢表示出来，这是阶段1、阶段2、阶段3、阶段4。当然并不是说每一次的轮动都是1234 1234，你比如说这儿1234，这儿就变成了234，然后又是1234，然后又是34，也就是说这个轮子呢不是总是这么顺时针转的，它可能转一会儿，哎，突然又回过来转一点，然后又转。所以说它这个显示的这个区域的时间呢，其实呢有时候是会有反复的。那当然它这儿定义的这个1呢就是衰退，2是复苏，3呢是过热啊，4是滞胀。它就把这个所有的历史上的数据呢都可以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月份都可以找到它对应在这个4种状态当中的哪一个状态，然后他把这个处于这个状态的所有的资产的当月的收益率拿出来，然后做一个平均，再进行年化，这样呢他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统计结果。这个表呢其实它给了2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信息是横向看，横向看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每一个阶段你能够看得到这些资产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相对的排序。其实这个表也可以纵向看，纵向看的意思就是说每一类资产在4个阶段当中哪一个阶段表现在它的表现当中是最好的，它其实是有2层重要的含义。因为有时候呢其实你也不关心说谁比谁好，比如说复苏阶段呢当然股票是最好的，但是呢我有时候呢我更关心就是说股票它自个儿比它在哪个阶段最好。因为有可能说它本来，当然这个表当中是说在复苏阶段股票呢横向比它是最好的，纵向比呢它也是最好的，但是有可能出现它呢可能在过热阶段说不定它的收益比复苏阶段还要高呢，但是呢由于在过热阶段还有一个东西比它还要高，那就变成了在过热阶段它并不是最好的资产，但是它自己比呢它是最好的。所以这个表当中呢首先呢它其实有2层非常重要的含义。那么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衰退阶段债券是最好的，纵向看它也是最好的，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不管是横向和纵向它都是最好的。复苏呢看起来也是这样的，
横向看，股票是最好的；纵向看，它也是最好的。过热阶段呢，商品横向看是最好，但是纵向看，它在滞涨阶段的表现呢，比它在这个过热阶段的表现还要好。就相当于说呢，你这个商品呢，到最后涨到最疯狂的时候呢，已经涨到经济已经受不了了，那就应该是已经涨得很离谱了。所以说你倒推回去想，那你肯定在滞涨阶段你涨幅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滞涨阶段呢，其实表现好的未见得是现金。理论上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到了滞涨的时候呢，风险资产都变得很不安全了。因为呢，从滞涨到衰退呢，有时候往往是一念之间，就是转眼之间，很快就从滞涨变成衰退。那也能够在实际的投资当中，你其实是不能够做到全身而退的，你不太可能说在最高峰的时候你能够全部都出来。所以一般进入到滞涨阶段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在为衰退做准备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本能的就会拿现金去做保护。但是从统计上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呢，是在滞涨阶段的商品的表现呢还是很强，这是美国的大类资产的一个特征。放到中国呢，中国的情况会和美国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做，比如说我经济，我可以根据它的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这些是属于经济高增长的阶段啊，这些就属于经济呢低增长的阶段。同样的 CPI 也是啊，往上呢就是通胀在往上走，然后往下就是通胀在往下走，然后你可以看到通胀呢是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它也是体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所有的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给它贴标签啊。我们先简单的按照增长的走势和通胀的走势去贴标签啊，把它贴到每一个象限当中去，然后去算出在这个象限内，在这个阶段每一类资产的一个收益，然后呢再去做平均和年化，做出来呢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说明什么问题啊？首先，债券它是最清楚的，它在衰退阶段横向比它是最好的，纵向比它也是最好的。股票的问题比较复杂了，股票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在哪？在复苏阶段，它本来应该是4个大类资产当中表现最好的，但是在中国，在复苏阶段表现最好的不是股票，仍然是商品。但是股票如果纵向来比，它在复苏阶段它是最好的，就是它的在复苏阶段的投资收益是比它过热阶段的投资收益是要高的。但是在过热阶段呢，横向比呢它反而是最好的，横向比它比商品还要好。到滞涨阶段呢也是商品最好，这个跟美国的统计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纵向比呢，商品最好的呢是在复苏阶段，这个跟股票在复苏阶段的表现是一样的，就是纵向比呢都是商品和股票都是在复苏阶段表现最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一个结论。那么中国的规律和美国的规律应该说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偏离。就比如说股票跟自个儿比，最佳的投资时期是在复苏时期，现金在滞涨期也不是最佳资产，在衰退期和滞涨期的这个大体的这个资产的排序是差不多的。但是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为什么中国的股票在复苏阶段并没有表现出强于商品的特征。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答案，但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只能说我们的一个解释。我们的一个解释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美国有巨大的差异。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消费，它的投资占比是很低的。那中国呢，虽然最近几年以来呢它的投资占比呢确实在下降，但总体来说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呢，中国的资本形成，就是它的 GDP 当中的投资的构成占 GDP 的比例来讲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去对比中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对比美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呢，在中国呢，一定都是投资先起来，消费后起来。
就是说经济的周期当中呢，投资是主引擎。你要让消费好，你必须得让投资好。我们老讲这个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呢，每一次都是实际上是属于的经济早周期的最好的投资标的，因为其实茅台的价格和投资周期还是高度相关的。虽然它是一个消费品，但是呢，它其实呢带有很强的投资属性。在投资不好的时候，它的消费优势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在中国来讲呢，投资还是很重要，尤其在解释经济波动的时候。反过来，在美国，它的投资和消费呢，基本是同步的。而且呢，甚至呢，你如果看这些时候来讲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时候啊，这红线是消费啊，黄线是投资，那么你能够看到呢，其实消费呢，总体呢，在某些时候还是略微的领先投资，也就体现了它的消费的特征呢会更强。所以在美国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来讲，你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啊，尤其在美国来说，它要么是科技，要么是消费，这些还是它的大头。所以如果它的消费是属于经济当中的早周期的特征来讲的话，自然而然在复苏阶段呢，它会体现出股票的弹性呢要比商品呢要大，因为商品呢主要还是取决于投资需求。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它的经济进入到复苏周期的时候呢，首先是在投资上面反应力最剧烈，那就相应的在商品的需求反应上最剧烈，所以商品的反应会更大。而当投资起来之后呢，它才能够扩散到其他的消费啊这些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它才能够扩散到更多的股票上去，然后就会使得股票整体的表现呢，在后阶段呢会体现得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当然呢，具体到我们说，我们研究中国过去的，其实时间也不长，基本上应该是在02年之后的话，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有比较像样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周期。然后呢，我们去研究呢这些经济周期当中呢，其实大体上呢，美林时钟的结论呢都还是非常吻合的。比如说04年到05年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就经历了一个经济从过热到衰退的过程啊，对吧？03年、04年。大家应该有印象，在经历了97年到02年长达5年的通缩之后呢，第一次出现了产能不足，固定投资大幅的这个上升，然后呢，通胀呢也是大幅的走高啊，所以这段时间呢，经济增长和通胀都在往上走，这是经济增长，这是通胀，这就是属于过热阶段。03年央行开始调高准备金比率，到04年的加息，整个货币政策收紧，然后呢，到04年的时候呢，经济就下来了。经济呢先于通胀下来，所以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理解为是滞胀。到这个位置，到05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经济增长和通胀呢都在往下走，这就是衰退了。那么你看，你如果用过热、滞胀、衰退去判断大类资产呢，基本是吻合的。首先呢，在这3个阶段，股票都没戏，所以股票呢，在04年、05年全年都是下跌的啊。那么商品呢？它在04年，就是这个过热的这段时间呢，它仍然是很好的收益。那么到05年，已经进入衰退了，但是为什么商品的表现还是很好，还是正收益？因为05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复苏起来了。05年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结束降息，开始进入到一个加息周期。所以商品呢，有时候呢，它是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它不能单纯的看中国的经济周期，还要看海外的经济周期。那么海外经济周期和中国的经济周期如果不同步，而且在那个时候05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还不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也并没有取得商品的绝对的话语权。那么那个时候的商品的需求更多的可能还要看海外。但债券呢是符合的，债券呢在05年的时候呢是大牛市，就是衰退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它收回报率呢，那一年有10%。我们再往后，06到07年是什么情况？06到07年，经济就进入到复苏了，衰退完了又是复苏。所以说，复苏阶段，尤其在06年这种阶段，你可以看到通胀还是很低的，通胀基本上就是维持在了1到2，没起来啊，一直到07年的时候，通胀才起来。所以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称之为还是复苏阶段。
然后呢，到这个阶段开始进入到过热。那在这个阶段呢，股票就大牛市了。06年的涨幅比07年要大。07年的时候，因为通胀已经起来了，央行已经开始连续的加息，所以它的涨幅呢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商品呢06年还是负的，到07年的时候呢，就进入到过热的时候呢，这时候它开始上涨。那债券呢都没戏，不管是复苏还是过热呢，它都是表现都是比较差的。再往后，08年到09年，然后又进入到衰退。过热之后呢，就开始滞胀。滞胀呢，就是刚刚说的啊，从08年开始呢，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往下走了，但是通胀还是往上走啊，这个时候是滞胀。然后呢，很快的话，到9月份的时候，全球经济崩掉啊，就进入到衰退了。然后很快呢，政府呢又推出了4万亿，所以又迅速的呢，从衰退呢又进入到了复苏啊。这个切换呢，其实非常的快，基本上呢，就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整个这个轮子呢，就迅速的从一个象限跳到另外一个象限。所以你有时候你去统计资产的时候呢，你去统计它的区间呢，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去界定它的起点和终点的，因为它有时候的可能在这个区间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你会看到呢，债券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短的牛市，它在08年的时候，因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退，所以说它在08年的时候涨的是非常厉害的，涨了 15%， 但是它很快就结束了。到09年的时候就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熊市。然后呢，08年衰退的时候呢，股票暴跌，然后到09年的时候很快又进入到复苏，所以就暴涨暴跌啊，商品呢也是暴涨暴跌。这段时间呢，应该说这个切换呢，主要还是跟政府呢在09年的时候迅速推出4万亿呢，强行的把这个经济迅速的打强心针推上来呢有关系。然后到10年、12年又到什么呢？又回过来了。既然你复苏结束了，那么之后呢，就是这个过热。过热呢，主要是发生在10年。10年你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啊，它稍微有一个回落，但是后边又起来啊，这经济增长，通胀也在起来啊。这段时间呢还处于过热。然后到11年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滞胀了啊。这段时间的经济已经开始往下掉了，掉到了负的区域，但是通胀还在往上走，这是滞胀。到后边呢，通胀也在衰退。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会看到呢，债券呢总体来讲呢是在慢慢的走强啊。在11年的时候呢，表现是最好，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衰退的这个阶段表现最好。股票呢，不管是滞胀还是衰退呢，表现都不好。所以10年、11年呢也都是负收益，商品呢也主要是在10年过热的时候呢是正收益，后边也都是负收益。所以我们呢可以简单的把过去03、04年一直到12年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用美林时钟呢大体上还算是比较完美的可以解释了中国的这些大类资产轮动。但是到2012年之后，你再用美林时钟去解释呢就不行了。所以我到此就没有再讲了12年之后我没有再用美林时钟去分析自然。为什么呢？因为美林时钟最重要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就是用通胀和增长去划分。大家想一下，1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还有周期吗？基本没有了，对吧？你如果看这是经济增长，对吧？之前你说这个大概还有一个锯齿的波动，然后从12年、13年之后，它其实就基本上是在一个持续下降的通道当中，它没有周期特征了，而且呢也很贴着这个趋势线。通胀大家想一下，13年之后我们还有见到过 CPI 回到3以上吗？没有。我们可能最高的时候在13年有过短暂的几个月在 3% 以上，最后一次我们看到 CPI 持续的保持在3以上，那还是2011年的事情。2011年到过 6% 到 7%， 之后的话这么多年来 CPI 基本上也是一条水平线，就是一直在2上下波动。所以呢，你在2012年之后呢，首先就出现一个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划分你现在所处的状态，因为没有波动。第二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我刚刚讲的东西全是总结，如果把你放在历史的那个位置，你能够按照我刚刚的这些总结去做投资吗？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就问你，
你说你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够讲清楚吗？事后来讲，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拐点的发生，你发现经济往下掉了啊，你说我们现在进入到滞胀阶段啊，比如通胀还很高，经济往下掉，我们说进入了滞胀阶段。但是你实际上是已经看到这个拐点出现了之后，你才开始说，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资产的走势已经按照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的经济数据和通胀数据其实是一个滞后的数据，然后你还要再确认这个数据，你还需要时间，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第一个月你看到通胀回落和经济回落，你就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它可能这个月回落了，下个月又起来了。你看不清楚说一开始的这个拐是真正的拐还是一个假的拐，你肯定是要经过2-3个月你才确认这个拐头，再过2-3个月你确认的时候，可能资产价格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所以也就是说呢，美林时钟呢是适合用来做教科书，告诉大家是这么一个自然规律，但是你要用它去做投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事后检验，对吧？你做出来一定很完美，我按照美林时钟做，我做出来这个资产组合很好。问题是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哪个阶段。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提出一个相对来说我们认为更具有操作性更具有前瞻性的指标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过去的债券的投资当中我们最喜欢用的一个体系，也比较符合我们叫中国特色的资产配置框架，叫货币信用框架。为什么说它符合中国特色呢？因为中国总体来讲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依赖于投资的经济体，同时呢它的融资方式呢又比较依赖于银行体系。尽管它这么多年来发展了很多直接融资，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是间接融资主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去分析银行体系的货币和信用的这种关系来讲呢，是能够比较好的去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的，而且它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指标来讲是有领先性的。货币信用数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真实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本身有很多瑕疵，质量不好，对吧？比如说投资数据，比如说消费数据，比如说收入数据，甚至工业增加值数据。比如我们今年说，如果你盯着中国统计局的粗钢产量的增长，你是完全不能理解现在商品价格的上涨的。因为事实上呢，你按照业内的人去算的话呢，粗钢的产量今年很可能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是你按照统计局公布的粗钢产量，你看增长很快啊。因为过去有一些呢是不纳入到统计口径里面来的，你现在把它放在统计口径里面来，你一定就会看到它有增长。但是呢，在所有的经济数据当中，什么数据是不会有问题的，是真实的？ M2 能造假吗？不能。 M2 就是什么？ M2 就是整个银行体系的所有存款的加总，这个数据你还能造假？这个数据而且是每时每刻每分钟都是能看得到的。你只要在银行体系里面，你有多少资金，有多少现金，有多少钱，这都是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会造假的数。社会融资增速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客观，因为呢，绝大多数的，首先银行的贷款不用讲了，这是放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它放了多少钱出去，这个数据是不可能造假的。剩下的就是不是通过银行体系的融资，那你不管是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这些东西都是有公开数据的。这我们现在去，比如说去预测每个月的社会融资增速，我们怎么预测，对吧？只有贷款数据可能要打听问一下，其他东西你不是自个儿都可以算吗？这个月的信用债发了多少，对吧？股票发了多少，这都能算得出来。剩下非标这块稍微的有一些口径上的缺失，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市场上所有的信托的这些发行量都算起来，但是这些基本上8、9不离十。所以呢，货币信用数据在宏观数据当中它的质量是最高的。那既然它高，那就说明它对经济的把握和预测就相对于其他的数据来讲呢，会更值得信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做中国的资产轮动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要引入这个货币和信用。但是什么是货币，什么是信用？这个问题要先讲清楚。这说起来呢，货币信用说起来就相对有一点抽象。什么是货币？货币是一个量还是一个价格？比如说，当你说宽货币，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对吧？宽货币不就是货币政策放松吗？好，那我问你，货币政策放松，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指标来定义什么叫货币政策放松，你能给出一个指标来定义吗？是利率下降表示货币政策放松呢，还是 M2 增速回升表示货币政策放松呢？对吧？ M2 相当于是从一个数量的角度去刻画货币条件的松弛紧，而利率呢，相对于是从一个价格的角度去刻画货币的松和紧。我可以说它们都代表了货币政策的放松，但是一般来说，利率是走在数量的前面的，就是说你要看到 M2 增速往上走，通常你必须得先看到利率往下走，然后你可能才看到M2 往上走。所以你从价格和量的角度去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时候呢，应该说利率是更敏感的。但是利率敏感呢，问题又来了。你说利率的升和降是利率自然的升和降，还是央行给出升降的信号？就是说，如果说央行说我现在要把回购利率往下调，那当然这就是很明确的货币政策放松的信号。可是呢，咱们知道咱们的央行会告诉你他把货币市场利率往下调吗？他会像美联储那样跟你说接下来我要降息，我要把回购利率降到哪儿？不会的。事实上你看到的情况大多数是什么呢？是货币市场利率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央行再出来说我们现在叫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当他出来讲的时候，他其实只是确认了他已经做了的事情。你比如说今年你怎么去判断今年的货币政策宽松？理论上讲，今年从2月份之后货币政策就已经宽松了。为什么呢？一个最直观的标志，今年在这个点就是最高点，之后就往下走了。在这个点呢，就是我们定义的就是货币政策已经宽松了。但是央行呢，它到4月份的时候，它有一次定向的降准，然后你从定向降准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从政策信号的角度确认了货币政策宽松，但是它的实质性宽松呢，是在更早的阶段就已经出现。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本身的基准利率就没有定义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基准利率，只是我们觉得回购利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定的基准利率，也就不存在央行告诉你说他认为基准利率应该调到多少是合理，他只会引导了一段时间再去做。好一点的情况是他可能在公开市场操作稍微去调整了一下正回购或者逆回购的操作利率，但多数时候呢，我的理解是他都是在偷偷的慢慢的调整它的货币政策方向，调整完了之后呢，然后再用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告诉你他过去做了一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定义货币的松跟紧啊，虽然它主要还是反映央行的政策意图，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基于就是我们可以观测的这些市场利率去做判断。我们认为市场利率已经开始看到了一段时间的持续的上升和下降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货币政策其实已经在发生变化。我们反过来看15年到16年这段时间，其实在这个时候流动性紧张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16年的7月份之后，回购利率就开始往上走了。但是大家知道债券的暴跌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6年的4季度，是在16年的11月份才暴跌的。因为在16年的4季度的时候，央行才通过一些公开的场合呢，透露出了它有收紧货币政策的这个意图啊。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看利率的走势来讲呢，在16年的下半年，它就已经在慢慢的收紧了，把这个利率往上去引导。所以也就是说，每一次货币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放松还是收紧，其实市场的利率都是比它给出的政策信号要更超前的。所以我们呢，还是基本上呢，基于一个市场利率的升和降呢，去把它定义为一个宽货币和紧货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用货币去定义呢，如果用它去判断债券呢，很简单，
它没有什么分歧，那肯定是什么呢？所有的紧货币阶段它都是跌的啊。这边的统计大家看啊，这边是以收益率的变动作为统计，上面全部是宽货币阶段，下面全部是紧货币阶段。宽货币阶段收益率都是下降的，紧货币阶段收益率都是上升的。也很容易理解，你的宽紧的定义不就是按照短端利率的变化定义的吗？那你怎么可能出现短端利率往下走，长端利率往上走呢？或者短端利率往上走，长端利率往下走呢？它可能在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会出现这种背离，但是它不可能放长时间出现持续的背离。所以呢，债券的走势是最清楚的，它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同。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股票和商品的问题就比较麻烦。我们先定义了货币的定义，我们再来定义信用。信用是什么？信用就是债务的增长，融资的增长。那么在中国呢，当然大家就知道，用社会融资余额是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它的上升和下降呢，反映了信用的扩张的高和低。所以从信用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是用的一个价格指标，而就是用的一个量的指标啊，用量去定义啊信用的扩张的程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同样呢也可以按照升降呢分为宽信用、紧信用的这个阶段。那么货币，我们前面说的货币，它主要是去解释像债券这样的无风险资产。信用呢，我们主要是去解释风险资产，因为毕竟呢，你信用的扩张反映了经济的预期的改善，反过来呢，信用的收缩呢，反映了经济的下滑，那么它对风险资产的影响会更大。那么如果我们以信用的定义去看股票的话呢，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呢？所有的宽信用阶段股票都是涨的。宽信用阶段你不要去管货币怎么走，宽信用可能是宽货币，也可能是紧货币。也就是说，信用扩张的时候呢，利率既可能是往上走的，也可能是往下走的，对吧？你可能一开始是因为利率往下走导致信用扩张，但是也可能是信用扩张一段时间之后呢，利率又开始收紧，就是货币政策又开始收紧，利率也可能开始上升。但不管是宽货币、宽信用，还是紧货币、宽信用，只要是宽信用，只要社融增速是在往上走的，在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呢，股票呢总体呢是涨的。当然它的涨幅有差别。反过来紧信用，你看到是什么情况呢？紧信用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股票都是跌的，不管是宽货币紧信用还是紧货币紧信用，不管利率怎么走，但只要信用是收缩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时候股票都是跌的。只有一个反例是什么呢？在2014年到15年这段时间，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杠杆牛这段时间呢，信用其实是收缩的，它应该是在对应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阴影。这个阴影呢，它其实反映在前面呢，就是这段时间啊，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呢，信用呢是持续收缩的，但是呢，虽然是紧信用，但是这段时间股票是涨的，而其他的所有的阴影对应的都是紧信用，股票基本上都是跌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例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商品。商品呢是最麻烦的，商品呢你会发现它的规律性是最差的。同样呢是宽信用，宽信用呢按道理来讲对商品应该是好的哦，因为宽信用是增加投资需求嘛，对吧？但是宽信用你注意到没有，宽信用也有跌的时候，2012年到13年宽信用是跌的。反过来呢，你说紧信用，那么对商品需求应该是负面的，商品基本上应该都是跌的。那确实呢，就是大概率从大数的统计上来讲呢，我们都符合规律。但是呢，2003年到2005年紧信用商品是大涨的，同样今年紧信用商品呢总体来讲呢也是上涨的。我们知道呢，我们去做历史分析的时候，其实大概率的事件大家不关心，大概率的事件呢就说明它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但是投资呢最怕的就是小概率，因为你更多的时候是防范风险，
所以对于大多数符合的情形，其实我们并不会感到意外，但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那些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的情形，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在宽信用和紧信用阶段呢都出现了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呢，我的理解呢，其实还是这么一个问题：紧信用关键是紧在哪儿？因为商品的本质它也是供需的结果，对吧？你宽信用如果是推动了供给生产型企业的信用扩张，那它应该是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你比如说在2010年到11年这段时间，它的这个宽信用啊，它主要是宽在了制造业投资上，就是说你的信用的扩张最后全部都体现在了制造业的产能扩张上，而相应呢，代表商品需求的房地产和基建啊，这个制造业是红色这条线啊，然后呢，黄色这条线呢就是基建加房地产。那么你会看到呢，在这段时间投资的构成当中呢，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的很快，但是呢，房地产和基建的这个增长呢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10年、11年虽然是宽信用，但是你的信用的宽呢，主要是在增加供给和产能，所以对商品价格是负面的。反过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包括03到05年其实都是这个情况。03到05年也是97年到02年，由于产能过剩，所以呢大家都在收缩，制造业也是很多年不扩张了，所以到03年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产能瓶颈的问题。那么这2年呢，当然更多的是供给侧改革，政府人为的抑制了企业的这种产能扩张，所以就导致呢制造业投资呢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的增长，但是呢基建和房地产呢在你的刺激下呢，总体来讲呢是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的，所以说这个差值呢就变成负的了。所以你虽然紧信用，但是你紧的结果是导致了供给的减少，而你的需求呢相对来讲呢受到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所以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你的商品的表现呢就相对比较强。所以商品呢它的核心问题要判断信用的松跟紧呢对谁的影响呢更大，对供给和需求影响谁更大。那我们呢同样可以按照利率的高低、社融的高低，把我们的经济呢分为这4种状态。这4种状态和美林时钟的这4个状态其实是一回事儿。大家想一下，比如说衰退阶段，衰退阶段的话，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一定是宽松的，基准利率是下降的。但是呢，既然是衰退的话呢，就说明信用扩张还没有起来，所以它是宽货币和紧信用的组合，它对应的就是美林时钟的衰退。如果说货币宽松导致了信用扩张起来，那就经济会复苏了。宽货币加宽信用呢，对应的就是经济复苏。如果信用扩张起来导致通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重新收紧货币了，所以紧货币对应的宽信用其实就是经济的过热。如果货币收紧持续的收紧导致信用扩张结束，就进入到了紧货币和紧信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滞胀，因为通胀还没有下来，所以货币呢还处于紧的状态，没有宽松。那你说这个和它是差不多的，是一一对应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更好呢？因为它是领先的，它是领先于他们各自对应的，不光是领先，关键是它可观测，相对的把握它的趋势要比你去把握经济的增长和通胀的趋势要更容易一些，而且它的质量也更高一些。我有时候很难单纯的通过1-2个月的
经济增长和通胀数据去判断经济所处的状态，但是我去判断利率的升降和社融的变化呢，相对它的趋势性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在说，在实际可操作的时候呢，这套语言体系更符合实际的这个做法。但是呢，按照这个口径去统计的结论，会和按美林时钟的统计的结论是有出入的，因为他们在具体的时间点的划分上呢是有差别的。没有任何悬念的是债券，债券在宽货币加紧信用阶段是债券的黄金投资期，无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它跟自己比它是最好的，横向比它也是最好的。在宽货币加宽信用对应的是复苏阶段，同样这个结论跟美林时钟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商品，不是股票。商品呢跟它自己比呢，它也是最好的。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紧货币加宽信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说的过热阶段。过热阶段呢，股票呢是最好的，就在所有资产当中是最好的。这一点呢和美林时钟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纵向来看呢，它也是最好的，这就比较奇怪了，对吧？因为在美林时钟这个里面呢，纵向来看呢，股票在复苏阶段呢是它自己跟自己比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呢，变成了股票在过热阶段呢是最好的，就不叫过热，就是用它的这套语言体系呢叫紧货币和宽信用。这个大家直观上会有一点难理解，因为从我们常识性的角度来讲，宽货币加宽信用一定是好于紧货币加宽信用的，因为紧货币代表利率已经开始往上走了。但是呢，有可能的一个理论的解释是什么呢？如果出现了紧货币加宽信用呢，实际上这代表呢经济的走势是相当强劲的，因为这时候你才敢去收紧货币嘛。或者换句话讲呢，就是说在一开始的宽货币加宽信用阶段，可能只有一部分行业是受益的，盈利是受益的。而在紧货币加宽信用阶段呢，你比如说金融行业，它肯定会受益于利率的上升而上涨。而我们的整个股票的指数当中呢，金融的权重又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出现呢，在这个阶段呢，你发现它的表现反而很强。然后到紧货币加紧信用，对应的是美林时钟的滞胀阶段，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商品的表现好，但是纵向的比呢，它不是最好的。所以也就是说，它和这个美林时钟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一些细节上呢，有些差别。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划分上他们的这个起始和时点呢不太一样。这是按照美林时钟对我们的经济进行划分，这是按照货币和信用的语言来划分。那么它们中间呢，有些情况是比较一致的，但有些呢又是这个所处的这个阶段呢又不是太一样。用货币信用框架最大的一个好处在哪呢？就是它可以解释13年之后的事情。我刚刚讲了为什么我说美林时钟我讲到12年就结束了，后面我没法讲了，因为后面你都画不出来了，经济周期和通胀周期画不出来。但是货币周期和信用周期在13年之后依然是成立的。美林时钟讲的就是增长和通胀的语言，所以一开始你讲利率的波动呢，你用增长和通胀的语言解释就可以了。但是到13年之后，你发现用增长和通胀的语言已经解释不了利率的波动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去解释利率的波动呢，就变成了用资金的供需来解释。资金的供需其实就是货币和信用的这套语言。也就是说，这套语言它在13年经济本身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它依然创造了波动，创造了利率的变化，所以它主导了大类资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13年之后你去讲大类资产的变化，你很难单纯的和经济的波动联系起来而是和货币信用的这套语言和它对应的利率变化联系起来。这就是
货币信用框架到目前至少它比美林时钟相对来讲呢会更适用的一些地方。这个表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是一个更完善的表，这是美林时钟按照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类别的资产它的这个表现和持续的时间，这是按照货币信用框架去做的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美林时钟你可以看到它的时期的划分呢就比按货币信用划分的时期要少，就是因为它在后面的波动性下降了。而如果你按货币信用框架呢，你能够把阶段划分的更细，然后对资产的一些解释呢就会更准确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说叫美的电风扇，为什么呢？你如果看经济周期，它没有变成电风扇的，经济周期它根本就没有形成大的这个波动。但是如果你看货币信用周期，它还在转，它脱离于了经济周期在转，所以资产轮动也还在转，而且转的就是让你觉得好像跟经济没啥关系。虽然我说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操作的意义，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模拟。这条线是债券，如果你一直持有债券的回报率，这条呢是沪深300，这条呢是工业品的这个价格，南化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如果你能够在历史当中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美林时钟的切换点，然后你在每一个阶段就拿最好的那类资产，其他都不拿，当然前提是你搞对了它所处的阶段，那么你按照美林时钟去配，在每个阶段只配这个阶段最好的资产，那么是这条线。但是我也说了，我说美林时钟的操作是有局限性的，我拿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你按货币信用框架去配，你就拿刚刚讲的利率的升降和信用的升降去配，在每一个阶段你认为表现最好的资产，那么你会看到它的回报率是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高得多的。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东西来说明，在中国来讲的话呢，它更适合的框架呢是货币信用这套语言体系。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的深入去讲一讲，因为刚刚呢我只是把两套体系呢分别的讲了，也做了一些比较，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把它跟利率的变动呢做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合。利率为什么重要？整个金融市场利率就是心脏，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利率的大致方向。为什么利率如此重要？利率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内生变量。什么叫内生变量呢？就是说虽然它可以由中央银行去影响，但是你要相信长期来讲利率的走势跟央行是没有关系的，利率的走势只取决于这个经济的长期的增长。而长期有什么影响呢？长期有人口，有资本，有生产区域，各种因素影响。所以我们看呢，这条灰色的线就是我们经济的长期的增长需求。那么呢，你看利率呢是红色的这条线，那红色的这条线呢可以相对于灰色的这条线呢上下的波动，但是它的大致的波动的大的方向一定是跟着这条灰色的线走的。所以就是说长期来讲利率是一个内生变量。但我要说的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是完全反的，利率呢一定也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什么它也是一个外生变量？利率是中央银行唯一可以影响的东西。你说中央银行能决定什么？中央银行不能决定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不能决定通胀，中央银行甚至不能决定汇率。你觉得中央银行能够说我想让汇率到哪儿就到哪儿吗？比如说美元，你说美联储能够说我想让美元指数到哪儿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美联储肯定可以说我想让联邦基金利率到0，这件事情我肯定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在这么多的金融变量当中，能够被政策影响而且能够准确的做到他想要的水平的东西，只有利率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它又是一个典型的外生变量。
那么当它是一个外生变量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逆周期操作的做法。你经济往下走，我要让经济起来，经济已经低于了我的潜在增速，我要让经济起来，我就必须得把利率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才能够把经济刺激起来。所以当你把利率和经济的短期的波动啊，就黄色的这条线，你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虽然利率的长期走势是跟经济的长期走势是一致的，但是利率的短期走势和经济的走势永远是反的。当利率往下走的时候，经济就会开始往上走。反过来呢，当你利率往上走的时候，用货币政策去调整、去收紧的时候呢，经济就会开始往下走。所以央行呢，它完全可以通过对利率的调节来调控经济的短期波动，所以利率又是一个外生变量。在第三个重要的地方在哪呢？就是利率就是我们所有资产的定价的基础。我们所有的资产定价都最基本的一个无风险利率。所以利率其实是什么？利率是把政策、经济、资产的价格这所有的东西呢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当你讲资产价格轮动的时候，如果我问你，我只要你告诉我一样东西来决定这个轮动是什么，你可以举出很多东西来导致它的波动。你说经济基本面决定它的波动，那经济基本面是怎么影响它的波动？经济基本面一定要影响到利率，才能通过利率去撬动其他的资产，所以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咬合剂。我们如果用一个图来讲呢，就是这么一个图，这个图本身理解并不困难，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家说的一个宏观调控周期，经济增长加速，通胀上升，货币政策收紧，利率上升，融资需求回落，增长放缓，通胀下降，货币政策放松，利率下降，融资需求上升，增长加速。这样的一个轮子很容易理解，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宏观调控，用货币政策去调控。但是我们把这些每一个环节，我们把它分为3组数据，增长和通胀这是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其实就是美林时钟告诉你的，他把经济按照这组数据的语言分为了4个象限。而融资需求和利率这是什么？这就是货币信用框架。融资需求就是信用，利率本身就是货币嘛，中间其实还有一个 M2。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货币信用框架和美林时钟其实是一回事儿？它只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大家选取了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而利率呢是连接了货币信用框架和经济增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地。那这个连接怎么体现的呢？那首先肯定是这样，我们既然说宽货币呢就是说利率要下降，那么利率下降呢首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是 M2， 因为 M2 是从数量的角度去定义货币政策的松紧。如果货币开始增加了，那就说明真正宽松了。但是首先看到的是价格的回落，然后看到 M2 增速的回升。M2 的增速回升以后呢，就会慢慢的传递到信用层面，那就是社会融资增速开始回升。那么这就是利率对信用传导的过程。利率对信用的传导呢，我们可以分解到各个部门去看，都是很清楚的。比如说个人的信用扩张，是个人的居住贷款，个人的信用扩张是贷款利率降低的结果啊。我们的按揭贷款利率如果开始下降的话，这边是逆轴，如果是往上走的话呢，它就是下降的。如果它开始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居民的信用扩张就起来了。那么如果你看企业呢，同样如此啊，贷款的加权利率如果下降到一定程度啊，这也是逆序，那么贷款的需求呢也就起来了。那么呢，对于政府来讲，我们以政策性银行债为例，同样如果当你看到政策性银行债的收益率开始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政策性银行的发债量呢也会起来。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的一个理解。那么当信用起来之后，慢慢的就会传导到实体，那么经济呢就会起来啊。那么当经济起来以后，信用起来以后，那么因为央行呢在货币政策上呢会去做反向的调控，央行本身如果说不继续放松货币，那么信用的扩张持续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呢信用的扩张速度呢比货币的增长速度要快，那这个时候呢又会反过来呢影响利率的进一步的下降，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是利率我们知道它是由资金的供需所决定的，资金的需求是社会融资增速，资金的供给是 M2， 它其实是又有一点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呢，社融和 M2 的差值呢其实反过来呢又会开始影响到利率，所以这个循环呢才能够周而复始的进行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闭环。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去理解它，就是收益率曲线。我刚刚说的利率呢，其实没有区分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我只是泛泛的说啊，利率往上走，还有利率往下走。但是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在海外，大家很喜欢用收益率曲线的形态的变化去判断经济周期，对吧？比如说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时候，大家会说它是这个要表明的经济衰退。那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收益率曲线它也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美林时钟还有这个货币信用框架的第三套语言。这套语言呢其实是直接用利率本身作为语言，但是它把利率呢分解为了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短期利率代表的是什么？短期利率一定是只会跟随央行的货币政策去变化的，只有在央行去加息和减息的时候才会是有变化。那短期利率呢，总体来讲呢，其实是跟着货币政策和通胀走的。通胀就是美林时钟的语言，货币就是货币信用的语言。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区别在哪里？长期利率反映的是大家对未来的短期利率的一个预期，是对未来的一系列的短期利率的一个平均值。所以长期利率它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你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去判断的，同样呢也是对应着你的信用的扩张去判断的。比如说如果银行的信用扩张起来了，长期利率也会上升。如果它去大量的投放贷款，它可能就会减少对国债的购买。所以说长期利率它对应到美林时钟里面就是增长的语言，对应到货币信用框架里面就是信用的语言。这个图我们画的是增长和通胀，增长在前，通胀在后。我把所有的文字换一下，如果我告诉你，我说这条线是增长，这条线是通胀，那不就跟刚刚画图是一样的吗？但是实际上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是长期利率，这条线是短期利率。短期利率跟着通胀，长期利率跟着增长，所以长期利率是走在短期利率的前面的。这就是在经济进行衰退的时候，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长端利率肯定是比短端利率先见顶的，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见顶回落了，然后短端利率后边开始回落。而且呢，长期利率的波动一定是小于短期利率的。我不是说的价格，我说的是利率。价格呢肯定是常在的价格波动大，利率本身的波动幅度来讲呢，因为长期利率是一个平均值的概念，是一系列短期平均，所以长期利率的波动是比短期利率要小的。所以在上升的时候，收益率曲线一定是平坦化，因为在上升的时候呢，短端利率上升的幅度会更大。反过来，当利率下降的时候呢，曲线一定是陡峭化的。因为下降的时候呢，短端利率下降幅度也比长端大，所以你可以用收益率曲线，实际上它分为了叫熊平、熊陡、牛平、牛陡，它其实对应的也是我们讲的这4个象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讲它的意思在哪儿呢？讲它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用收益率曲线本身的变化，但是收益率曲线本身就已经是债券市场的走势的体现了。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东西是本身它要去判断债券价格怎么走，相当于的收益曲线呢，是对于你不做债的人来讲呢，你可以再用债券的价格的变化对应的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去印证在另外的体系当中看到的东西和它是不是对应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相当于是它帮你再去做一次印证，从各个的维度去帮你去印证你现在经济所处的一个阶段和其他的大类资产的关系是否吻合。这个就是从收益率曲线的角度来看的。这个表呢，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中国的大类资产当中，在过去历史上的每年的回报。在这里面呢，我加了一个房地产，因为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东西当中呢，我们没有涉及到房地产。但房地产呢，我在最后呢会说一下啊，就是它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类资产。那么这些呢资产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有这么几个规律。第一个呢，就是说叫事不过三，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类资产呢能够连续3年以上，就是3年以上获得这个正收益或者负收益。就是说极少的情况呢是可能出现3年都有正收益，但这种情况也很少，3年以上就基本上没有了。然后任何一类资产呢基本上也很难连续2年跑赢其他资产，不是说没有，也有过，股票和债券也都各出现过一次连续2年跑赢其他资产。然后股票呢从长期来讲呢和一线的房地产来讲呢都是属于长期的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商品呢是属于波动性的资产，而现金呢，现金的好处在于说它的复合收益率是很高的。就是它可能就刚刚我们没怎么讲现金，因为现金呢在任何一个时期它都没有跑赢其他资产，都有比它好的资产，但是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这个中等生，它不会是最差的，它从来不会在哪一年是最差的，因为一定有跌的资产，只要有跌的资产它提供正收益，它就一定不是最差的。所以呢，现金的好处是在于说你放很长时间来看，你长期持有现金未见得差，只是说放在每一年来讲呢，它都不是最好。所以你说对于一个低风险偏好的人，他愿意一直把钱放在理财里面，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投资。他不折腾，他也不愿意去承受那种资产价格的波动，那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就放在现金里就可以了啊。但是在2012年以前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周期呢，我刚刚说了，我说2012年之前你还可以看得清楚中国的经济周期，它有比较鲜明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和增长周期。所以在2012年以前呢，由于利率的周期基本上是跟着经济周期在走，所以说利率呢在2012年之前呢基本上是3年完成一次循环。我们在2012年之前去做债券策略其实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它的规律就是1年牛市，1年熊市，1年牛皮市。那么这样的话呢，债券如果是这种走法，其实其他的大类资产基本也是这样，就是3年都完成一次轮回，包括房地产。我说大家想一下，房地产你如果按照3年的规律去买房，你一定都是买在房子的最低点啊。你想2006年、2009年、2012年甚至2015年都是在过去的每一轮的房地产周期的底部。为什么是隔3年隔3年隔3年？就是因为利率的过去的波动特征是3年，但是这个规律不能够线性外推。如果按它来推的话呢，今年应该是买房的好时点，因为上一次是2015年，到现在正好3年过去，对吧？但是大家别忘了，在2012年之后，利率周期的波动就已经打破了3年。我们在2014、15、16连续3年利率都是下行周期。
3年牛市。那么它的这个特征被打破之后呢，其实本质上的原因就是经济周期的特征被弱化，重新回到了货币信用周期当中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在2012年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比较奇怪的现象发生，就是各类资产的相关性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比如说2014年的股债双牛，在2014年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就是股票和债券基本一直是负相关的，但是后来变成了正相关。那股票和商品和房地产呢，按道理来讲大家都应该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所以呢他们应该在多数时候应该都是正相关的，对吧？股票、商品、房地产应该都是正相关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其实现在多数时候都是负相关。比如说2014年大家知道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买股指空螺纹钢。今年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是买螺纹钢空股指，它们的走势完全是反的。那么这个房地产2014年股票开始大涨的时候，上一轮房地产开始下坡的时候是从2013年开始下坡的。2013年房地产一下去，创业板牛市就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到2015年股灾爆发的时候，当时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股灾爆发会消灭掉一大批中产阶级，那么房地产没戏了。结果呢，股灾一爆发，房地产正式确立进入牛市。其实2014年股票市场涨的时候，一开始全国的房子还没怎么涨的，那会儿只有深圳涨。真正全国的房子，尤其是2线城市的房价开始大涨，是在2015年的下半年。而2015年下半年正好是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所谓的大家讲的应该具有高相关性的风险资产，它们的走势都非常的不一样。这就是说明了你的大类资产的轮动，你不能用经济周期去解释。你用经济周期解释，你是解释不了这种相关性的变化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前面没有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14年到15年股票市场是上涨。它是紧信用，不管是紧货币紧信用还是宽货币加紧信用，反正都是信用收紧。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宽货币加紧信用一定是在紧货币加紧信用的后面，你肯定是因为经济过热导致紧货币紧信用，然后接下来经济不好，你重新回到了宽货币，然后呢，但是信用还暂时没起来，所以这2个阶段呢，一定是它在前它在后，对吧？但是呢，你看过去啊，不管是货币政策变得宽紧与否，只要在紧信用阶段跌的啊，就是一个是浅色的阴影，一个是深色的阴影，这是跌的。这一段呢，在紧货币紧信用的阶段呢，当然基本也就是说这段呢其实是创业板是涨的啊，但是主板是跌的。好，到这个阶段呢，就变成主板和创业板都涨了。也就是说，在14到15年这段时间，如果再稍微往前推一点，就是到13年，总体呈现出了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就是即使在紧信用阶段，但如果货币政策转成宽松的话呢，仍然可能上涨。而之前呢，在货币政策转成宽松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先解释一下 A 股市场到底什么东西决定它的波动。传统的分析框架就是估值加盈利，对吧？那盈利呢，好理解，就是为什么紧信用阶段股票市场很难涨，因为紧信用阶段大家对盈利的预期是没有办法改善的，所以说你很难预期盈利会起来。所以从盈利的角度好解释，就是不管你货币的宽和松，只要你还没有把信用推起来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盈利是起不来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A 股真正影响它最大的波动不是盈利，而是估值。就像今年你说股票市场跌到现在，你说盈利有恶化吗？只是大家心中的盈利恶化了，而不是实际的盈利恶化了啊。那心中的盈利是什么？心中的盈利，有黄老师在讲啊，心中的花。心中的盈利呢，其实
就是估值啊，就估值被杀下来了。那估值被杀下来呢，你说估值又可以分解为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溢价。无风险利率今年肯定是下降的，但是估值还是下来了，那就说明呢，你宽货币也没用啊。本来你说宽货币加紧信用，紧信用虽然对盈利不好，但是宽货币至少是对无风险利率是好的，那我总得有一头沾光吧，那我的这个估值是不是也该起来？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宽货币之后呢，只是把无风险利率降下来，但是风险溢价变得更大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变成了整个股票估值的最主要的波动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风险溢价。风险溢价是个什么东西呢？因为风险溢价就是倒算出来的，风险溢价就是大家用已经变化的 PE 的倒数减掉呢无风险利率得到风险溢价，所以你其实只是在用一个事实的结果来说明问题。就是所谓的风险溢价，就是我什么东西其他都解释不了，我就认为就是风险溢价的变动造成了波动。而风险溢价你可以说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你什么不好解释的东西你就全塞到风险溢价里面去。你说风险溢价决定了一切，所以呢，也就是说风险溢价很重要，但是风险溢价如果我们还想对它做一些预测或者做一些相对理性的分析的话，我们还是要试图的从宏观的指标当中去找能够解释风险溢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尝试着希望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认为呢，中国股票的风险溢价从宏观的指标来理解呢，就是货币和经济的增速差。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当货币的增长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呢，大家的富裕的钱多了，除了实体需要的资金外，大家富裕的钱多，富裕的钱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风险溢价自然就会下降。这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要炒一股票，你给我讲它有未来3年增长的故事，我相信你这个故事不重要，关键是我要有钱。我有钱，我就会相信你的故事。我没钱的时候，你给我讲再多的故事都没用。所以说，钱多了，大家自然对风险的门槛就降低了，大家就变得胆子大了。钱少了，大家就开始变得保守。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在历史上有过4次 M2 比 GDP 增长要低的，就是在这4个区域。因为它对应的是右轴，右轴是逆序，那就是说这4个阶段啊，现在也是处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今年 M2 的增速只有8点几，但是我们的 GDP 的名义增速现在到2季度还有 9.6， 在这4个阶段分别是哪4年？这个阶段是05年，这个阶段是08年，这个阶段是10年到12年，这是现在。这4个阶段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全是熊市啊，而且都是在底部。前3次05年、08年和10年到12年的整体的估值比现在大概还要再低个 10% 左右。这就是现在大家说啊，今年估值可能跌到2500，最多到2500差不多，因为跌到2500呢，就基本上呢估值已经达到历史上的这4个阶段最底部的时候，就是无一例外，所有的熊市阶段最后的底部的特征就是，也就是风险溢价最高的时候啊。红色这个线就是画的风险溢价，这个高点，这个高点，这个高点和现在啊，现在稍微比原来还要低一点，对应在宏观上都是 M2 减 GDP 处于负值的状态。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讲了啊，回过来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前面讲的是货币信用框架，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在紧信用阶段股票市场通常是跌的？紧信用阶段，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指标去理解是什么意思呢？紧信用阶段首先从盈利的角度来讲，
一定是不好的，对吧？但是从估值的角度来讲，仅信用阶段呢，通常这个 M2 减名义 GDP 的这个增速差呀，其实也比较差。就是说，或者说呢，我们以前说的宽信用阶段虽然会导致经济增速会往上走，但是呢，这个时候的由于你宽信用阶段前面对应的是宽货币，所以呢，因为你要实现宽信用的目标，你必须得先宽货币，这是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 M2 和 GDP 的增速差不见得是收缩的，有可能是维持在一个正的区域，有可能它在边际上有下降，但是它是在一个正的区域，因为你一定是要先把货币增速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时候，你才能实现宽信用。信用本身的扩张又会带动 M2 的进一步提高，因为信用的增长本身就是产生 M2 的一种机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呢，在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M2 和 GDP 的增速差的上升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线，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灰色的线，就是我们用这个指标去描述股票的风险溢价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指标上升的时候呢，多半是什么呢？是对应的是 M2 增速也是往上走的，信用社融增速也是往上走的。这个时候就是信用和货币都处在扩张期，这个时候 M2 和 GDP 名义增速往往是提高的。比如说09年4万亿的时候，你看到 M2 比上 GDP 大幅的上升，这个时候股市很强，对吧？它属于什么？它属于宽货币宽信用。那么在紧信用阶段呢，紧信用阶段呢，其实你看到的大多数时候的 M2 减 GDP 其实都是下降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信用阶段股票市场都不好。但唯一的例外在这儿，这就是14年到15年。14年到15年的情况是什么呢？14年到15年的情况是货币增长呢没有怎么动，但是呢经济呢一直在往下掉，是紧信用。所以紧信用的结果呢就是或者叫信用扩张不起来，就是货币呢我并没有紧，我是宽的，但是这个宽的使得我的 M2 增长呢没有继续往下掉，但是我的这个宽松呢没有导致信用扩张起来，所以我的信用是一直往下掉的。那么信用往下掉呢，对应着我的 GDP 增速也是往下掉的，所以 M2 和 GDP 的增速差呢也是在扩大的。当它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对股票市场产生正面的影响。可能这个地方大家听起来有点绕，要表达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正常的情况是你宽货币到一定程度，你会出现宽信用，所以一旦进入到宽信用，股票市场会开始涨。那么但是呢你宽货币呢也可能导致信用起不来，那就一直处在一个宽货币和紧信用的状态。但是宽货币和紧信用这个状态呢是这样的，如果你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你仍然看不到股票市场起来，因为这个时候经济掉的不够多，导致呢你货币呢，因为你货币其实在一个宽货币和紧信用的环境当中，货币本身也很难持续的上升，因为你没有信用的扩张带动货币的增加，你只是靠央行的放水，就是我们说的基础货币在增加，但是货币乘数没起来，货币乘数没起来的时候，你的整体的货币增长是很难起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信用自我的收缩，你必须得收缩到相当的程度，让经济增速下到一个更低的平台上，你才能重新的让 M2 增速和 GDP 的增速的差值重新的扩大。所以也就是说，宽货币和紧信用这种组合，如果能够让股票市场上涨，必须得是货币对信用的这种传导要不顺畅，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股票市场受益于由于实体的流动性的收缩受益于这个有限的流动性的扩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14-15年其实是属于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呢比较少的，就是属于就是自我的衰退的时间比较长。即使呢你通过货币政策的放水呢，你也没有很快的能够把信用刺激起来。所以既然盈利层面上我本身就指望不了有什么多大的变化，那我就只能靠持续的衰退带来的一种被动式的宽松来推动货币市场的上涨。
这个道理呢，大家都能够说起来都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要用指标的去刻画呢，就是从历史上来讲，在这段时期其实是出现了在一个紧信用的阶段呢，我们看到了 M2 和 GDP 的差值是在持续的上升的，所以它推动了的股票市场的这个风险溢价的这个下降和估值的上涨。当然从实际的上涨的板块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更多的是体现为这些和经济周期相关性比较弱的。总体来讲还是以成长股和创业板来讲，虽然中间呢也出现过了大盘股的大涨，但是它并不是整个13年到15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主线。好，我们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股票和房地产变成了负相关。我们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股票和房地产变成了负相关？你看啊，这是股指的走势，这个是房价。当然，房价呢，因为我们统计上来讲，我们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数据去看房价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这儿就简单的用每年的商品房的销售额去除以销售面积，就得到近似于等到它的单位面积的房价。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儿之前基本上算是同向的这个同向呢也容易理解，你说同向嘛，你房价涨表明经济好嘛，经济好嘛，企业盈利好，而且我们那么多企业都是跟房地产周期挂钩的，不管是消费当中那些跟地产消费相关的，那投资就不用讲了这些行业都是跟房地产的相关性很高它过去是正相关很正常，但是呢就从这儿开始了。从13年开始是房价跌，股票涨，然后呢15年之后呢这段时间是股票市场跌，房价涨，就是15年股灾崩盘之后去年呢其实房价是有过一段时间回落，然后呢股票市场还是涨的。那么到今年呢，最近呢今年上半年呢房地产的销售是有恢复的，然后股票市场又开始重新跌，整个就是一个负相关性。那么负相关性呢，其实我认为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股票市场来讲，可能大家直观上的理解呢是说，如果大家老百姓买房子呢，就不会买股票。所以呢，从流动性的角度，我们不从盈利的角度，我们不从盈利的相关性，我们从流动性相关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买了房子就不会买股票。但是这对于高风险的人来讲的话，也许房子和股票是有相关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从理财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问题就更直接，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了房地产的周期是中国的资金的最重要的需求方，所以当房地产起来的时候，资金需求起来，资金需求起来的时候呢，利率就会起来，利率会起来就会带动理财收益率起来，理财收益率起来之后呢，那显然呢对股票市场来讲呢，就导致它的机会成本增加。那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房子、理财、股票3样东西，如果房子起来，而房子起来又带动理财的利率起来，那么显然就是意味着，无论是对于高风险的人去买房子，还是对于低风险偏好的人去买理财，他都不会选择股票。这是股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激乐效应。所以当房子起来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房子本身对股票产生了资金分流，关键是它带动了理财利率的回升，从而呢从理财市场呢也对股票市场产生了一种分流。那么大家可能会问，那以前为什么不是这样？那以前房价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讲对股票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这个问题呢，就又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货币的创造机制，就是外汇占款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在有外汇占款持续流入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流动性相当于是什么呢？除了依靠自身的信用扩张可以带来新增的货币之外，你还有一个
通过外部的外汇的流入带来的一个流动性的补充。由于有这个机制的存在，会使得尽管地产周期会导致你的资金的需求上升，但是你的资金供给也会因为你的经济周期的复苏的时候啊，也会增加，就是外部的钱会进来。大家想一下，08年以前房地产价格涨的时候，外汇占款是不是流入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房价涨，外汇占款是流出的，对吧？大家的反应是说，现在房价涨了之后，泡沫要爆了，我得赶紧把钱换出去。以前呢，房价涨的时候呢，是吸引资金流入的。所以呢，在过去的地产周期当中，在资金需求增加的同时，资金供给也是改善的。资金供给改善，从而抑制了资金需求的增加，产生了部分的对冲，使得在过去的地产周期的上行过程当中，对利率的影响没有现在大。而现在的结果变成了什么呢？现在的结果变成了你的货币的派生，在缺失了外汇占款的投放之后，你的货币的派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房地产去派生的。你如果没有房地产的信用扩张，没有老百姓的加杠杆， M2 怎么增加？也就是说，你的货币的增加本身就是依靠房地产的周期的上升来推动的。那你的这种资金需求带来的资金的供给增加是没有额外的供给的影响的，这就造成了你现在利率在房地产的周期起来的时候，你的利率的整体的中枢水平要比以前要高，因为你没有一个另外的资金的供给的渠道去抑制它。所以这就使得当前的就是说房地产对整个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的挤出效益比以前要大，从而使得它们的相关性回到了这个流动性的这个矛盾上，而不是盈利的这个相关性上。大类资产的问题呢，是说起来容易，但是你会具体到每一个环节上呢，还是有很多不太容易解释的一些细节问题。那么我们最后呢，做一些展望，这部分呢相对呢比较轻松一些。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归结到底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各个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是和我们的利率周期是相关的，只是这个利率周期的变化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在减弱，所以使得我们看到大类资产的变化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减弱。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的利率周期也快要消失了。中国之所以这几年大家还觉得资产价格波动还算比较大，那是因为呢中国的利率还在上下的折腾。但你看看海外所有的国家的利率基本上都是接近于零，只有美国的利率稍微往上了走了一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年海外资产的波动性是大幅下降的，就海外要赚钱呢变得更加困难，它的资产轮动的特征更不清晰。这几年其实海外资产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造成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811汇改，包括今年绝大多数的造成资产价格的波动和恐慌的大多数都跟中国的有关，所以这说明呢，还是中国本身的，它现在还处在一个利率的高波动的这么一个阶段，而其他国家的都是已经进入了低波动。那之所以利率周期消失掉，当然现在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会不会全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滞胀，或者利率进入到一个长期的上行。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回到前面的框架，就是说利率的长期走势基本上还是要和人口和债务的周期联系起来。从人口的周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全球呢现在是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时期啊，这是全球人口的增长。全球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是在哪儿？是在二战。二战以后。之前呢，其实每年的增长大概也就是 0.5%， 然后在二战以后呢，迅速的跳升到了 2%， 然后在70年代之后持续的下降。我们现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如果到2050年的时候呢，
2050年之后呢，基本上呢，全球的人口就可能会停止增长。这是中国、日本、韩国它的抚养比。抚养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5到60岁这个区间以外的人，那要么就是15岁以下以小孩为主，要么就是64岁以上以老人为主。那么小孩和老人占15到64岁，这个相当于是可以工作的人，占工作人口的比例。当这个比例持续上升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要么是小孩在不断增加，要么是老人在不断增加。那么日本呢，最早是90年代进入老龄化的，抚养比开始往上走。然后呢，韩国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啊，中国呢大概是2010年。那么老龄化到底是导致利率往下还是往上，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我们知道利率的它是由储蓄和这个投资所决定的，投资相当于是代表了资金的需求，储蓄呢代表了资金的供给。那么大家的第一反应呢是，人口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呢，储蓄率会下降，因为老人已经不可能再储蓄货币了，他一定会是加大消费，所以这个时候呢，储蓄率减少会导致资金的供给会减少，相应的呢会增加，就抬高资金的这个利率。但是呢，老人增加的结果其实也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你的投资也会下降。而且如果你的储蓄下降导致了你的利率上升的话呢，本身反过来就会开始抑制投资。我们先不说老人增加了之后你还需不需要做大量投资，本身来讲你的利率抬高，储蓄廉价的资金减少，如果你的产出回报率又不能够相应提高的话，你的投资意愿肯定会减弱。然后呢，人口减少本身也是从人口的这个要素的角度来讲，对你的投资是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的就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口来讲的话，都是开始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看这个日本在90年代一开始呢是储蓄率是红色的这条线投资是这个黄色的这条线就是一开始呢是储蓄率下降的比投资快，但后来呢会变成投资下降的比储蓄率快，所以利率呢最终呢还是进入到了一个下降的通道，就是当投资的回落重新和储蓄的这个扩大以后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些比中国更老的社会来讲呢，大多数时候呢他们都进入到了一个低利率的时期日本的利率水平呢现在是全世界最低的，它的货币增长呢也基本停止下来了韩国呢也同样如此，老龄化以后，台湾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低通胀、低利率。如果我们按照老年人占人口的比率的抚养率和通胀率去做一个线性的回归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基本上呢，随着老龄抚养率的增加呢，通胀的中枢呢是下降的。所以人口的老化呢，我个人倾向于呢，对利率来讲呢，总体来讲是一个向下的力量。而且在中国我们知道驱动利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的是地产的周期。那么你老龄化人口必然对应着你的地产的需求是下降的，居民的杠杆需求会持续的减弱。你想当你的年龄达到50岁以上之后，银行还会借你钱吗？所以也就是说，当你的岁数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想从银行借钱也借不到了，别人不会借给你了。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本身来讲你的它跟企业还不一样，对吧？企业你说你长期存续，你还可以持续的借债，人到一定年龄以上就借不了钱了。所以随着你的人口的老化，本身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融资需求的缺失。那么日本呢，它基本上就是20岁到49岁的这个人口数量见顶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房地产的指标见顶，开始回落。长期来讲呢，人口仍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这是日本，你可以看到它的经济增速不断的下台阶，是跟它的人口增速下台阶是同步的。这是韩国人口增速和 GDP 的增速，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劳动人口的增速，这儿主要指的是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的增速也是持续下降的，然后呢也带动 GDP 的中枢水平不断下降，这是欧洲。所以尽管呢，当然你说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但是从相当长的时间来讲，人口的增长仍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是中国，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速现在其实已经是到负的，已经是这样的一个负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所以经济增速呢也是在往下走。另外一个推动利率周期向下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债务。这是全球的私人部门的债务和 GDP 的比值。红颜色是私人部门债务，黄颜色呢是公共部门债务。两个部分加总呢，就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债务的总和。这个整体的全球的债务比率，就是我们说的杠杆率呢，是从90年代以来呢是持续上升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现在宏观杠杆率，就是整个国家的债务最高的是日本。日本呢，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呢，日本的居民和企业基本就已经不再加杠杆了，而且一直到现在呢，居民和企业的杠杆率都没有上升。但是呢，日本政府呢一直在大量的发行国债，所以说日本呢在过去20年的杠杆率的提升完全是依靠政府加杠杆来实现的。但是政府的杠杆加到这么高的一个结果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对利率的容忍，就对利率的上升的容忍度就会越来越低。这是日本国债，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差不多是在 0.1。 日本呢上一次在利率还有到过3的时候呢是在这儿，大概在94到95年。94到95年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次大家看到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到3。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自然会觉得，哎，它跌到这个位置了，你看这次上去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它还能回去。结果呢，后来发现呢，它在 3% 的位置，发现未来的经济增长达不到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你持续的以 3% 去借钱，你将来一定是永远的都是还不了的。所以我必须得让利率更低，才能够和当前的经济增长匹配。所以这个利率就一步一步下降，一步一步下降，降到2的时候，大家觉得没问题了，结果发现呢，2也还不了钱，就只能一直降，降到现在降到 0.1。所以过去20年呢，最悲惨的交易员就是持续做空日本国债，因为大家总认为呢利率是可以回去的。那么到这个位置，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从现在的 0.1 回到 0.5 以上的话，日本政府可能就破产了，除非经济强劲的恢复，否则它的当年的财政赤字就抵不上它的这个利息支出。所以当你的宏观的债务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必然你能够接受的利率水平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这是欧洲，同样呢，它的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在下降，或者已经不怎么增长了，然后都靠政府在支撑，政府在持续的加杠杆，所以导致呢它总体的杠杆率是在不断上升的。美国在次贷危机以后，居民的杠杆率总体来讲一直是下降的，企业的杠杆率呢稍微最近几年呢有一些增长，但是企业的杠杆率的增加主要是用来回购股票。大多数的美国企业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强的资本开支意愿啊，他们呢主要是借助了低利率的环境，发行债券来回购股票，提振股价。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股市还是很强，今年美国企业回购的股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整年的水平，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现在这个回购股票对美股的支撑还是很厉害。然后政府部门呢，是过去
持续加杠杆的主体，包括今年 Trump 减税，其实是导致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呢会进一步的上升，它也是政府部门在不断增加。当然呢，美国好在呢，它总体的杠杆呢算是稳定下来了，就是它私人部门在去杠杆，这个政府部门在加杠杆，但总体来讲呢，杠杆率呢都维持在一个高位。中国呢都加完了，最上面的是企业，企业呢早在2015年就加完了，所以现在不再加了，已经横着了。然后呢，这是居民，居民还在猛烈的加，但是我估计加到今年也差不多了。然后这也是政府，政府也在猛烈的加。现在呢，唯一还可以加的呢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它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它还可以继续加。那么如果大家都走上一条持续加杠杆的不归路的话呢，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利率的中枢水平是在持续下降的。这是日本，这是欧洲，欧洲的德债式的收益率和它的长期的这个杠杆周期是完全一致的啊，杠杆率上升带动利率中枢持续下降。美国呢，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利率就是29年大萧条，经济危机大萧条之后呢，美国保持低利率。大家如果读过瑞达廖关于去杠杆的文章，对这段历史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说，这个低利率大概持续了1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2战之后才开始往上走。美国曾经试图想加过一次息，但是后来也失败了，所以它维持低利率的时间呢是维持了差不多10几年，比我们这一次呢维持的时间其实还要长。然后呢，到50年之后呢，整个利率开始大幅上升，然后一直到70年代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滞胀，原油出现这个危机，然后呢70年代末利率见顶，美国的10年期国债最高的时候到过14%，14以上，然后呢开始下跌，一直跌到现在。那么现在呢，多数人认为，你看这个图啊，是一个很完美的镜像对称，从50年到80年这30年利率是上升的，那么从80年到现在2011年，这又是过去了30多年，它是下降的。所以呢，按道理来讲，到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重新的回到一个上升。但是我们先要说清楚，在这个阶段为什么美国的利率可以进入到持续的上升通道。你会看到在这个阶段美国是成功的实现了去杠杆的，就是美国在大萧条的时候其实它的杠杆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呢这个杠杆率呢在2战之后，就是2战开始就一直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现在。换句话讲呢，就是在2战到2战之后这段时间呢，美国成功的实现了去杠杆。由于这个去杠杆实现了，导致了呢你不担心利率，你杠杆率已经低了嘛，那我就可以接受高利率了，自然的利率就上去了。我们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实现去杠杆？那为什么上一次可以成功的实现去杠杆？上一次去杠杆呢其实是什么呢？战争带动了经济进入高增长，这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战争为什么会带动经济进入高增长？这叫破坏性的创造。战争破坏了这么多东西，首先会带动投资的大幅增长，你会瞬时发现你所有的产能过剩的问题都没有了。所以第一，你让产能一下子变得很稀缺，需求大量的增加。第二，战争会消除贫富差距。战争的方式呢，把贫富差距缩小了，缩小了之后就意味着那些贫穷一点的人呢，他的边际上的消费倾向会增加，而且更容易满足。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呢，穷人也消费不起，富人也不会消费那么多。所以说贫富差距通过战争的方式缩小，刺激了消费的提升。第三个原因，战争本身虽然是一个消灭人的过程，打仗会死掉一批人，但是你会发现打完仗之后人的增长要远比打仗前要快得多。所以呢，
你会发现啊，这个战争虽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结果呢，其实是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呢，美国本身来讲，它是在二战期间本土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所以其实美国最大的增长来自于哪？是来自于战后的其他国家的经济的恢复，对美国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美国那时候呢，也是推行马歇尔计划，大量的去对外的输出。美国在60、70年代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最大的顺差国，现在是逆差。所以说，应该说美国能够成功的去杠杆是得益于二战，而现在可能吗？如果现在没有非常激烈的方式，而是一种和平时期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寄希望于所有的主要的经济主体能够成功的实现去杠杆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更何况从历史上来讲，每一次如果当你的债券的收益率突破这个长期的下行趋势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危机。这就说明当前的资产价格是承受不了利率的持续上升的。而如果利率一旦持续上升，引发了资产价格的下跌，又会把经济呢重新打回到一个比较差的状态，使得呢利率呢也不可能呢继续的这个上行。那么我们呢看一下人类历史，讲一下更长的东西，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低利率到底是新常态，是进入到新常态，还是回到旧常态？我们过去几年大多数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说，我们过去高增长、高通胀、高利率，现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这是和过去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把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人类只有在二战之后的这段时间是发展的最快的。这里列示了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数据啊，这是一个老外做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它有足够长的数据来看。那么你会看到呢，其实只有在这段时期就是在二战以后，这段时期全球的利率进入到了一个高利率的时期。以英国的数据来统计来看的话，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其实都是低增长、低利率。我们看一下长期利率，长期利率这个数据是到1730年。同样，其实只有在二战以后这30年，就是从50年到80年这段时间，全球的利率是高的，其他时候其实都不高。这里也是列示了，这是英国，这是美国，这是德国，这是日本。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更让你惊奇的数据啊！这个数据推到哪儿呢？这个数据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3000年啊！从公元前3000年到现在，在这么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你看到没有？真正的高利率只有这段时间，其他绝大多数都是低利率。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低增长，低增长、低利率是常态。我们看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人口增速你看到没有？人口增速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只有公元1750年到2000年，就是二战之后，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全球的人口增速接近于1%。其他的时候全是人口都是多少？都只有0.2。那么反映到人均 GDP 上面来讲呢，几乎你可以说在公元1750年之前就没有增长。古代的人他一辈子他看到的经济增长可能还没有我们现代人一周看到的经济增长快。在绝大多数时候人均的 GDP 都是不增长的。
同样也是在175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人均 GDP 出现了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呢比人口的增长要快。那么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科技。科技在过去的这些历史上基本上增长的都非常慢，只有在175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过去我们所经历的高增长，我的理解有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2战之后，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大量的生孩子。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在打完仗之后，大家发现呢，最重要的财富和资产还是孩子，因为你很容易就死掉几个，那我一定要多生几个才能够保证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是有危机意识的，有危机意识呢，反而你会发现是有利于促进生育的。所以人类历史上在这段时间是人口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科技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尤其是80年代啊，当然就已经进入工业革命了。但是呢，在2战以后呢，它的这个工业革命的创新是最快的，主要就是带动了计算机的发展，然后计算机又带动了一大批的科技产业起来，所以它的增长最快。第3个，可能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得益于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快速增长。我们的银行业，我们的投资银行，我们的券商，这些金融行业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基本也是在2战之后发展起来的。2战之后呢，整个监管的标准放松了。以前我们早期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很高的，不可能说像现在这样，就是说有10块钱你就可以贷100块钱。早期的时候，这个杠杆率是不能这么高的。所以呢，金融监管的放松助长了什么呢？助长了大家都希望通过借钱的方式来推动增长。而一旦进入到借钱来推动增长方式，这就是一条不归路。每个人都认为你现在借钱的成本，你将来一定能够通过更高的增长来还钱。可是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认知上的错误，因为你仍然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上，你认为人类的经济增长可以一直保持在你过去所看到的这种经济的模式上，但它有可能就像我们图上所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昙花一现，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急剧的爆发。如果没有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没有科技上的大幅创新，再加上你已经在这一轮的增长当中已经大量的加杠杆，等于说你已经在透支了未来的增长上，你还要再指望未来的增长要再上一个台阶，把你现在的这些杠杆还掉。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杠杆率归零，否则的话呢，悲观一点的讲呢，我不认为全球的利率进入到一个回升周期，相反，我认为我们会在一次一次的憧憬经济复苏的美好愿望当中一次一次的失望。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局部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阶段性的经济的复苏。我们如果能够指望还有一次类似于像计算机的革命，它确实还能带来经济的繁荣，但是有2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而且科技越发达，人口的增长会越慢。现在科技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相关关系，而是个负相关关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杠杆，这和70年代那时候我们是轻装上阵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没什么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刚刚开始发展，你从0开始借钱，你开始一定借得很爽，你稍微借一点，你就发现你的这个增长就能很容易起来。现在你的基数，你的杠杆的基数已经很高了，你怎么把这个基数的问题化解掉？这2个问题不化解，人口问题解决不了，债务周期解决不了，仅仅依靠科技创新，而且这还是一个你认为会充满了未知数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那么是否能够推动利率进入到回升通道，是充满了不确定性。